我是维塔，我爱你们。维塔，这么说，刚才被切断的那个通讯，果然就是……抱歉，明明有我们在场，却只能眼睁睁看着他在一瞬间消失。这不是你们的错，奇洛前辈。即使是接管了贤者力量的我，也没能在这个世界内部感知到任何前兆。无论如何，我们需要梳理一下经过。按照原计划，苏莎娜顺利完成了自己的使命，通过米斯特林的通道回到了本真世界。然而在那之后仅仅一瞬间，我们向本真世界架设的通道就消失不见了。正准备加固通道的维塔也……维塔和通道同时遭受了某种影响，是这样吗，密斯特林？或许是那样吧。异变发生，通道被切断的那一刻，我也受到了巨大的冲击。好在那些已经被转化为建筑材料的部分和我自身的连接毕竟有限，不然我现在多半也已经消散了。假如不是亲眼所见，我甚至可能会怀疑这个女人又在耍什么把戏。然而这的确是事实，维塔还有通道真的在我们眼前消失了。你刚才用了被切断这个词，米斯特林小姐，如果我的理解没有错，你倾向于认为维塔和通道的消散都是某种外力作用下的结果。嗨，博士，你讲话也太绕了点儿。我们这是将人给暗算了吗？莫非就是你们说的那个梭在搞鬼？是不是梭，我没有证据。只是通道断开的前一刻，我确实感受到有什么力量在介入其中。这符合我们之前的猜想。如果我们打算带着梭的世界逃亡，那么他一定不会袖手旁观。是我计算有误，原本希望能够尽可能的绕开梭，没想到我们或许还是惊动了本尊。那这个本尊他倒是出来呀！你们把这个梭讲的神乎其神，可他现在却像个胆小鬼一样躲起来暗算我们，这算怎么回事啊？难说，或许他不仅强大，性格还非常谨慎。所以他的目标才会是维塔吗？因为梭想要从暗处阻止我们，才会首先瞄准拥有推演未来能力的维塔，否则他的介入一定会被维塔发现。确实存在这种可能，但那也意味着这只是个开始。接下来我们或许不得不直面梭这个可能与中烟之茧同构的存在。那我们正好会他，保维塔姑娘的一箭之指。
希尔，这边怎么？时之旅者，希尔，通讯被切断了。不只是通讯，我好像也感受到了影响。有什么力量在直接干涉这个世界？恐怕那就是怎么了，希尔？还是不行吗？你就不能用你那个贤者什么全能的玩意儿再想想办法？吵死了！帮不上忙就乖乖把嘴闭上。喂，也不看看刚刚是谁在帮你解决怪物打掩护呢？这帮家伙从刚才开始就越来越多了。虽然来多少个我都对付得了，但是毕竟一个人顾不了两头，再拖一会儿，那些敬拜你的小鬼火们可就很难置身事外了。没办法，和希尔他们的通讯应该是被阻断了。但还不能确定这种阻断的形式。如果只是普通的受到干扰，信号或许还有恢复的可能。那还不简单，我们回那个月亮下面呗，那里离高塔的距离最近，信号肯定最好嘛。这主意倒是不错，还能顺带处理一下沿途这帮不人不鬼的东西。好啊，那你可要跟紧了，别拖我后腿。得了吧，我看你就是喜欢闷头往前撞。跟着我好好学习一下什么叫效率，如何？太虚之握，你逃不掉了。哎，你说好的效率呢，希尔姑娘？好像你那儿的怪物比我这里少很多呀。去嘛！还不是他们喜欢你，物以类聚嘛。得了吧，我看你那对大爪子倒挺像他们的亲戚。事实胜于雄辩，单论打架，你还真得叫我一声师傅呢。喂，这是什么？不知道，好像是伴随着那些怪物一起出现的，而且怪物被打退之后，雾气也变淡了一点。怪物和黑雾都是从通讯被切断的时候开始出现的，也就是说……等等，你干嘛？光说不练假把式，搞不清楚这是啥，就直接去一探究竟呗。随便碰这种来历不明的东西，你心也太大了吧？嗨，你把我当什么人了？区区烟雾哪能熏得倒我？啊！喂，你这什么东西啊？看来你的真把式确实有所收获。这黑雾恐怕也是缩的陷阱，它和怪物们一样，正在源源不断从世界边境蔓延过来。看样子是铁了心要赶我们走。哼，行吧，我们不上他的套就是。我说希尔，你是不是也能和另一个希尔一样，召唤那个什么沙士啊？怎么，你自己应付不来了？
刚才不是还口气很大？我这不是看你心急赶路，好心给你提点一下吗？现在确实不是拌嘴的时候。如果沙师能争取到一些时间，不太行，沙师也会被黑雾捕捉到。行吧，那看来还是得靠我呀。哦，那边好像是咱俩最初见面的地方，那些鬼火的城镇。不好，怪物和黑雾已经侵入那一带了。我们赶紧过去。那些鬼火的状态毫无反应啊！虽然用这个词好像不太恰当，但如果只从外观上看，这些鬼火就好像结晶了一样。我说，你也别太消沉，虽然有些遗憾，但咱们还得接着赶路。再说，他们毕竟只是些死人。不一定。你想，他们过去在得不到月光的情况下，也只会消失在空气中，而不是结成晶体。要不然我们这一路上不知道要见到多少晶体了。所以，这些鬼火可能还有恢复的机会。希尔的分析确实有一定道理，但眼下我们也无法遏制这种冻结。那些怪物会无穷无尽的带来黑雾，我们不能在这里久留。我当然知道，等到骚动解决后再来想办法吧。别以为我有多在意他们的死活，只不过轻率的不求甚解，这对我们接下来的行动可没什么好处。哎呀，你学另一个希尔倒是越学越像了嘛。别扯了，我们赶紧到高塔下面去。拜托，一定要成功啊！希尔，希尔，你们没事吧？暂时还好。看样子，你们终于找到了通信的突破口。毕竟这里是两个世界在空间关系上最接近的地方，很简单的原理，但的确有效。看来，并没有某种超自然的规则直接切断了我们的通讯，而是两个世界本身的不稳定造成了我们之前的失联。不过，这也同样意味着我们必须争分夺秒。当前希尔和希尔的链接也并不稳定，随时都有中断的可能。哎，那你也别文绉绉的长篇大论了，赶紧总结一下我们这边遇到的情况吧。怪物和黑雾袭击了你们的世界。相比之下，这边的情况还没有明显恶化，只是电网和电信系统出现了大面积的瘫痪。也许是因为能够稳定世界的高塔在你们那边，这就不清楚了。不过，既然我们还能够取得联系，就表明高塔贤者的全能在那边的世界也还具有效力。那么，希尔，我们还可以尝试用它去抑制发生在你那边的异变。有道理。你们的意思是又要开始整那个卫灵仪式了？我和希尔会同时进行仪式。在这段时间里，就拜托你继续保护希尔了，石之律者。得，就知道又要使唤我。你们尽快啊，完事了记得喊我休息。那我们这就开始吧，希尔。有动静了，希尔，快来看！
开始动起来了，看来还是有效果的。喂，你怎么样了？能说话吗？月光，月亮，贤者大人。他是要月光吗？可是这里不是一直照得到月光吗？月光，好冷，好冷。情况不对，离他远点，黑雾又要来了。好冷，月光在融合，贤者大人。希儿，你们没事吧？没事，只是卫灵没有效果，反而增加了敌人的数量。我来了！哼呀，说不定那团鬼火就是为了偷袭我们而布置的陷阱。不过这种程度，是不是也太小瞧人了一点？我们不能大意，如果对手是那个深不见底的梭，这些怪物恐怕是打不完的。那也得打完这一阵再说吧。我将扭转万象！暂时解决了，但远方还在不停冒出黑雾，感觉新的敌人很快也会追到这里。哼，这帮家伙还真是子子孙孙无穷匮呀。不过我还真为那个梭感到悲哀。不是说他的性质和中原之茧类似吗？结果就这，只会靠杂兵。打不完的杂兵也是很危险的哦。即使现阶段游刃有余，你们两个也不可能一直这样子打下去。喂，你们怎么长别人志气灭自己威风啊？净说些风凉话。很遗憾，他们所言的确有理。石头博士，你刚才是在和普罗米修斯私人连线吗？事实上，我们已经达成了一项共识。简而言之，我们建议你们先到这边的世界来，也就是从沙铁国度撤退。啊？想了半天，方案就是开溜？这并非单纯的逃跑。事实上，此刻的岩雪圣城并不比沙铁国度安全。还是让我来从头梳理吧。之前，根据绮罗和维塔的情报，我们基本可以认为，一个名为梭的存在，正在从暗中影响当前的2个世界炮。在此之前，我们已经了解到了他过往的一些行为，包括制造出星际捕食者，炸毁凋零之星，以及米斯特林小姐所猜测的，为岩雪圣城与沙铁国度制定下融合与毁灭的法则。虽然这一切行为背后的目的暂时无从得知，但至少在性质上，梭无疑热衷于毁灭文明。是的，我们已经知道这些了。但问题其实就在这里。根据你们的描述，不管是沙铁国度的居民还是沙士们，都只是被暂时冻结了，而没有被直接消灭。如果像凋零之星那样的结果才是梭最终要做的事，那么冻结沙铁国度大概只是2个世界炮走向覆灭的其中一步。啊？啥意思啊？果然这只是个开始？抱歉，这方面是我之前说的不够清楚呢。在某种规则的影响下，2个世界炮将会互相融合、湮灭。我是这样说的吧？但对于融合的具体形式，我却没有展开分析。不如说，提到融合这个词，大家应该会这样想象吧？就像是水盆里的2个肥皂泡，用缓慢的速度靠近彼此，直到超出炮壁张力的承受限度。啪！事实上，最开始发生在我们2个世界炮之间的，也是这种缓慢而致命的融合。只不过，就在最近的1个小时中，情况突然发生了改变。看上去，梭不想再等了，他打算直接介入，加速世界的融合与湮灭，以推动其中1个肥皂炮的方式。
而那个被推动的肥皂泡就是沙铁国度。是啊，所以他才需要先下手冻结沙铁国度的居民。冻结居民和推肥皂泡又有什么关系？觉得这些家伙碍事？这可是有整个世界那么大的肥皂泡啊！即使是梭，为了推动那么大的肥皂泡，也不得不付出相当的能量作为代价吧。或许是不愿承担消耗，又或许单纯是为了省事。总之，这位似乎在模仿中烟之茧的存在，打算借力打力，用沙铁国度自身的能量去推动自己。哦，所以这卑鄙的家伙才没有直接灭掉那些鬼火，而是先控制住他们，抽取他们的能量。我说，这也太抠门了吧？怎么感觉这个梭越来越不入流了呢？这并不是什么不入流的手段。我们相对熟悉的中烟之茧，不也是通过文明积攒崩坏，通过律者代行审判吗？况且，所谓手段的高低又是什么？你难道认为没有硝烟的战争就不是战争？喂，你这家伙，说话怎么越来越像梅博士了？不管怎么说，情况我大致明白了。梭打算先利用黑雾控制住沙铁国度，再以它为工具与岩雪圣城同归于尽。而我和石之律者目前无法应对这些源源不断的黑雾，对吧？梭的力量很可能压制了贤者的全能，所以卫灵才无法发挥作用。我们与其各自为战，倒不如合为一处，强化自己的力量。毕竟从过去的情况来看，当身居高塔时，贤者才能更好地保护世界。这也是一招以退为进。持有贤者全能的另一位希尔离开沙铁国度，就能从反面保证，即使黑雾最终覆盖了整个世界泡，也不会立即引发毁灭。与之相反，梭多少需要花费一段时间来绕过贤者全能，去全面支配世界。这将为我们争取到思考下一步棋的关键时间。当然，你们也不用担心那些鬼火朋友们。从经济的角度讲，梭绝不会在他们尚有利用价值的时候就痛下杀手。这一点，你们也算亲眼见证过了吧？行吧，留在这里确实也做不了什么，我们这就想办法过去。不是，就这么临阵脱逃？那我的面子可是丢大了呀！哼，不过嘛，人说舍命陪君子，这区区面子而已，又算啥呢？你这家伙！不过我们该怎么过去你们那边？按这里的规则，我们2个人加起来撑死算半个贤者，这距离能飞过去吗？这时候就又该我出马了。刚才不是已经给你们演示过一次了吗？我的搭桥技术。你确定要再来一次吗？我必须提醒你，你之前被损耗的部分并没有恢复多少。放心啦，我也是知道分寸的。和返回本真世界的距离相比，连通这2个世界泡的难度并不算很大。而且有了之前的尝试，我的技巧也熟练了很多哦。这次搭桥，只要薛定谔博士陪我花10几分钟进行定位，应该就能搞定。你想利用刚才被截断的那部分通道，将它转接到沙铁国度？当然了，这样既节省了时间，也能将材料的消耗降到最低。好啦，事不宜迟，我们赶紧开工吧。定位完成了，米斯特林很快就会把桥梁转接过来。考虑到他的身体状况，这次的通道恐怕不能维持很长时间，你们一定要尽快通过。了解。果然又来了。注意，不要让那些怪物靠近桥梁的连接点。以现状而言，
米斯特林的身体承受不住他们的攻击。我还听得见呢，17号。没关系，两位帮我争取几分钟的缓冲就好。只要把握好时机，你们很轻松就能过来。哼，那还不是小意思。我来了！哼呀！哎！切！你说爆！哎！太虚之握！不行，这个数量我们没法保证不会有漏网之鱼。对了，希尔，你这是做什么？那些沙士不是会被黑雾定住吗？但定住他们，多少也需要一个过程。你说爆！反正也带不走，倒不如物尽其用，让他们也来帮忙争取时间。我倒是无所谓，但你又要打架又要操控他们，顾得过来吗？你担心自己就够了。喂喂，铺路的人还没好吗？这已经过去几分钟了。还需要1分钟左右，你们做好准备。哟，那还行啊。还是得靠我。哎，啊，我操！石之律者，等下你带着石头博士走前面，我让沙士替我们断后。哈？我好歹也算半个贤者，这桥不就是给你搭的？而且我总觉得那些怪物就喜欢追在你屁股后面。要是没人出手把他们隔开，你怎么上桥？行，这也不是谦让的时候了。注意，空间桥即将架设完成。倒计时，3、2、1，趁现在。能看见对面了，希尔。废话少说，快走！好，一切顺利，该你了，希尔。希尔，赶紧过！抓住我！希尔，还好赶上了。希尔，你怎么？米斯特林的通道虽然不能维持太久，但他还是可以帮我们分出一条安全绳作为保险。怎么，你就这么信不过我？这下可好。过去之后，我还真不能揍那个女人一顿了。可是，我的确想确保事情万无一失，确保你们都能安全回来呀。就算这样，那也太危险了吧？
就这么一头往量子之海里跳，你还想再沉下去不成？这次说不定连我也没法陪着你了。可是在这点上，你刚才的行动也是一样的呀，希儿。我们彼此。真是的，你这个傻瓜。刚才真是吓我一跳，一转头人差点就没了。乖乖让我断后不就没事了吗？你这家伙就爱瞎逞强。哼，那桥要不是我弄断的，换作是你，也还是一样要被希尔捞上来。所以，刚才又是缩？应该是吧，至少体感上差不多呢。行吧，照这样下去，你恐怕要变成对缩检测器了。明知道搭建桥梁已经很困难，还分出额外的建材，不得不说，你的挑战精神还是那么令人敬佩。结果好不就万事大吉吗？不管怎么说，大家都平安无事，严雪圣城也暂时安全。但刚才的事情也足以让我们确信，缩随时会介入眼下的事态。我想，我们应该立刻开始分析现状，并着手制定下一步的行动计划。到目前为止，缩表现出了高度的谨慎，很少直接出手，仅有的2次都是为了截断我们搭建的通路。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说，对现状最有发言权的人是米斯特林，对吗？看来绮罗小姐对我的评价稍稍改观了呢。我只是就事论事。怎么样，你目前有什么头绪吗？与其说是头绪，倒不如说是感想。缩，他第一次出手时，不仅截断了我的道路，还抹消了当时正身处道路之上的 Vita。这让我意识到，也许缩不希望让任何人发现自己的出手方式。为了不让 Vita 的牺牲白费，在第2次搭建道路时，我特意留了点心眼。我想抓住缩出手的瞬间，把他最不想被人知道的那一面暴露出来。说了这么多，你究竟做到了啥？在道路第2次被毁的瞬间，我终于确认了一件事：缩对我们进行的干预，只是纯粹的能量操纵，除了来源不明，并无其他神秘之处。是直接和能量相关的潜能吗？我明白了，严雪圣城刚刚遭遇的停电断网，大概也是这种攻击的一部分。这不应该算次生事故吗？我之前也这样想，毕竟你很难想象缩愿意专门进行这样的微观操作。但仔细想来，
我似乎忽略了这件事情的本质。啊？这能有啥本质？在我和米斯特林刚来到这个世界的时候，圣城里并不存在电力，更不存在网络，这也理所当然。毕竟这里的科技水平相当原始。现在的电力系统都是我一手搭建起来的。在这一过程中，为了效益最大化，这个系统所采用的发电与储能技术与其他世界并不相同。我借助了一种只存在于这个世界的名为铭刻之语的古代力量，来压缩发电机、输变电线路以及电池的成本。如今看来，这多半也牵扯到了世界的基本法则。等等，你的意思是，当前的停电事故，实际上就像凋零之心的星焰萃取一样？难道说，当梭试图以某种形式影响这个世界的时候，铭刻之语就像矿井里的金丝雀一样，最早与这种干涉产生了反应，进而引发了停电事故？不过，这样说来，只要我们调查发生在铭刻之语上的异动，就有可能找到苏入侵世界的痕迹。考虑到凋零之心的实际历史，我们也不能过于乐观。我们的确有可能借此发现苏的真身，却也可能像查特博士他们一样一无所获，是吧，绮罗小姐？的确，但既然事已至此，我们就更应该行动起来了，不是吗？闲话少说，我们这就去调查电力系统，如何？当然，没有问题。果然是这样。有什么发现吗？与其说发现了什么，不如说，我可能即将发现什么。稍安勿躁，先等我做个实验。看来，调查结果不会马上出来。要不要和其他人先交流一下呢？普罗米修斯看起来很忙的样子。说起来啊，石头博士，你究竟算待在这个世界里，还是世界外？你问了一个好问题，希尔。正如你们所见，这段时间我始终以一块月岩为载体，和你们共同行动。而我的本体，或者准确地说，我作为一团会思考的能量的主要部分，实际上远在此地之外。打个比方，如果说我是正在远程与你们连线的拆弹专家，你们就相当于是手握剪刀的作业员。为了这两个属于外向的世界，你们接下来却需要把生命当成筹码来行动。这也没办法吧？还是说你留了什么后路？这么说来，在理论上，大家的确还有一条后路。什么意思？如果梭真是一个比肩中焉之简的存在，那么不仅当前的我们，乃至整个本征世界，都应该做好长线作战的打算。无谓的牺牲没有意义。假如事态真的无法阻止，我们至少应该保留下抵抗的火种，就像曾经的维塔那样。我明白，虽然身为继任的高塔贤者，我还是希望能够最大限度地保护这两个世界，但从做最坏打算的角度上，我同意博士的看法。只是米斯特林已经很难再构建新的通道，梭似乎也熟练掌握了阻止我们的手段。在这种情况下，我们的后路又是什么呢？事实与绮罗，虽然如我刚才所说，只是在理论上。其实不是什么光彩的事。之前离开糖果屋时，为了以防万一，
我偷偷带上了休格斯一族的秘宝——外之剑砂糖银药。实话说，正是凭借它的帮助，我才能在被扔出世界炮之后还能原路返回。外之剑，你可以把它当成类似于神之剑的另一种武器，能力与空之律者的全能类似，所以它也可以对空间进行一些操作，比如打包这个世界的一小部分，或是寻找它与外界相连的其他路径，只是实现不了太大的规模。不过，外之剑也拥有自己的一些优势，比方说能操作那些无法与圣痕空间建立联系的维度。无论如何，既然开辟道路的责任有可能落在我身上，那身为偶像，我当然要尽力做到最好，不让自己的粉丝失望。绮罗前辈，那就拜托你了。有机会的话，就期待我的表现吧。奇怪了，难道还真会有这种事？我可是意识的律者呀，总不能次次都在这方面。发生什么了吗？这不是一眼就看得出来吗？越来越混蛋了呀！怎么回事？你这家伙看着怎么又开始栩栩如生了？不会用就别乱用。虽然可能看不出来，不过现在身体其实不在我这边了。啥意思啊？虽然已经回到了圣城，但我们暂时还不能像过去那样同时存在于一个身体里，而是只能轮换。虽然很奇怪，但每次这样做之后，我们都能消除淡化的影响，所以倒也不完全是坏事。行吧，我是越发不能理解这个世界的规则了。如果福华也在这边，说不定……别，打住！我可不喜欢那种老古董的身体。谁知道他下雨天会不会腿疼呢？再说了，我可是个律者，情况当然和你们不一样。不过，竟然还真有这种事啊！你俩总不能都是和那个米斯特林一样的圣痕人吧？究竟要怎么做到交替脱离身体，独自行动？怎么，伟大的石之律者女士觉得自己越来越没特色了？你才没特色呢！谁哪天上街还撞不见10个8个多重人格？不过，如果我刚才那个思路不对，你们现在该不会都是实体吧？你敢？哟，还挺护食啊！得，你们就在这儿腻歪着吧。反正我想知道的事情已经知道了，至于剩下的细节，我也没啥兴趣。普罗米修斯塔已经成功了吗？差不多了。来吧，让我们一起看看，这会不会起效？你好，岩雪圣城的公民，本机有什么能帮到你的吗？这是……你刚才输入了什么？难道这种停电不是硬件故障？
是一个二位并不陌生的东西。当然，你们应该没办法把它的源代码默写出来。我向那台机甲植入了一个与虚数重整化群有关的处理模块，尝试屏蔽外力对它的干扰。结果我成功了，至少暂时是这样。虚数重整化群，所谓的崩坏意志吗？没错，而刚刚的成功也证实了你之前提出的一个假说。不过，先不论规则如何，光是制造足以毁灭世界的炸弹，亦或是制造一个全新的世界炮，也需要莫大的能量。这种能量的量级，甚至可以轻易超越大部分经历羽化的律者个体所能够输出的最大功率。而要在复数的世界炮中完成这种壮举，能做出这种神迹般事情的存在，我能想到的就只有中烟之茧，对吗？当时，这只是一个无法证实的猜想。类比归类比，从常理来说，身为量子之海艺术的梭，与中烟之茧应当毫无关联才对。但刚刚的实验却说明，梭，或者说梭某些全能的运行逻辑，竟然和中烟之茧完全一致。毕竟我就是在用应对中烟之茧的做法来应对它。这一点就很值得玩味了。所以，你用烛火之蛾限制中烟之茧的那些代码，破解了梭对这个世界的干预。这远远谈不上破解，我所做到的多半也只能临时制止这一场停电。但正如我刚才所说，真正值得玩味的是，梭所拥有的全能和中烟之茧的全能竟然采用了同一套底层逻辑。或许梭一直在模仿中烟之茧，或许这真的只是纯粹的巧合。但无论如何，它都足以让我们制定出一些针对性的方案，就像刚才那样。喂，等等，大道理你分析了那么多，我们之前会变淡又到底是怎么回事啊？暂时还没有头绪。稍安勿躁，时之律者。既然知道了梭的基本性质与中烟之茧极为相似，我们就可以对它融合世界的行为进行针对性的观测和调查。接下来，对，去严选圣城的边界吧。在融合已经发生的接壤区域，一定还会有很多耐人寻味的发现。我们能帮上什么忙吗？让我想想，以目前的情况而言，似乎不能。考虑到调查的性质，有薛定谔博士和我一起去，应该就够了。其他人可以先留在圣城，安抚这里的居民，维持基本的社会秩序。维持秩序的确是很重要的工作，不过，关于梭调查任务，也算上我如何？且不说我姑且算是你的半个监护人，就现状来说，你们也需要一个保镖才好啊。监护人？你是指被监护的人吗？哎呀，这就是所谓的逆反心理吗？我对你们的私人关系毫无兴趣，但米斯特林小姐，我记得你今天已经被梭重伤过2次了吧？在这种状况下，你也认为自己足以胜任保镖的职责吗？哦，那绮罗小姐有何高见？虽然目的地不同，但我也想去边境测试一下外之剑。所以，保镖的职责我也能够兼任。这样也好。对了，你能来一下吗，时之律者？有件事我想和你单独谈谈。又开始模仿梅博士的口气了，你想干嘛呀？放心，不是要你也来当我们的保镖。既然大家对梭的性质有了初步的判断，或许有一件事就只有你才能完成。
神使们说圣城的秩序仍在他们掌控之下，结果只有我们暂时帮不上什么忙呢。无所谓，这里会变成什么样子，本来就和我们没关系。唉，我倒是乐得清闲。可是我们会变成现在这样，一定和这里有关吧？虽然这也不一定是坏事。啊？你认真的？我也是刚刚发现，和以前不一样，现在我们的确拥有2个人的力量了。倒也没有说以前就不是。我知道你的意思，也不知道这鬼地方到底怎么回事。如果不考虑需要定时回到身体里充能，我们的确暂时成为了不同的个体。我就是这个意思。不过，暂时……虽然不是想这些的时候，但对于我们来到这里，会不会是件好事？会不会有办法让我们离开后也可以像现在这样？为什么这么问？你……没什么，你继续说。因为我有时候也会想，相比别人，你只能拥有一半，甚至是一半不到的时间，会不会太不公平了？你就是我，我就是你，我们都是希尔。虽然的确是这样，但如果有机会，你会不会也想作为独立的自己生活在世界上呢？你觉得那样会更好吗？其实我也不知道，因为你总是为我考虑的更多一点。就算出现类似的机会，你可能也会因为放心不下我而故意放弃。但如果你真的也想变得更独立、更完整，我的确希望你能多为自己考虑。而且，我们之间也不会有什么改变呀。没那种事。再说了，谁知道真正分开之后，我们究竟会变成什么样子呢？万一是有个人非得消失不可，那些欺负小孩子的童话书不就喜欢这种桥段吗？可，就算是那样，不，一定不会的。你说的对，现在考虑以后的事，确实还太早了一点。这就对了，这样就好。对了，可以让我先回去一会儿吗？你感觉到不对劲了吗？还没有啦，只是忘记了一点事。反正也不麻烦，来吧。所以你忘记了是……就是这个。这需要特意换回来吗？刚才不是就……我也是刚刚才想到的，因为这样握着的才是你的手呀。就算之后我们会变成2个人，那也没什么不好的。
还真让他们说中了。看来这里急需清理呀。你说够了！尽是些散兵游勇，偏偏还源源不断的冒出来，真是浪费功夫。算了，就当热身吧。你说够了！你说够了！说什么可以媲美中焉之剑，就这？如果这些家伙也算是那个什么缩的手笔，那他可真是占山为王太久，连自己的位置都摆不清了。正好，我就借这个机会让他好好瞧个清楚，什么才是律者。是错觉吗？你说够了！太虚之握！怎么回事？这个世界炮在限制我的力量。你说够了！你说够了！就算再怎么限制我，杂兵还是杂兵。只会躲在背后放冷箭的胆小鬼，还指望和我一决胜负吗？你说够了！怎么回事？限制消失了。你说够了！太虚之握！限制被解除了，还是说刚才那种感觉才是错觉？嗨，算了，和之前也没什么区别，水土不服而已。热身运动也该结束了，剩下的速战速决吧。毕竟后面还有一大堆麻烦事在等着我呢。唉，真是劳碌命啊！那家伙梅博士的优点一点都没有学到，使唤人的本事倒是学了个实诚。不过，谁让这项任务只有我能达成呢？所谓能者多。怎么？看来我们的推论基本正确，两个世界炮的融合正在缓慢而稳定的推进，无法阻止。
这里的能量波动和凋零之心给人的感觉一模一样。这两个世界会变成现在这样，果然都是缩的手笔吗？融合啊。那么，如果直接穿过前方那片已经量子化的区域，是不是就能直接进入另一个世界炮？米斯特林，你明明接连受了2次重伤，一副半死不活的样子，一转眼居然又开起了这种玩笑，这好心态还真是让人佩服。正是因为暂时无法使用力量，所以我才有开玩笑的余暇呀。而且，这不仅仅是玩笑，也说不定哦。算了，随你高兴吧。既然一路护送你们过来都没有遇到什么挑战，我也该去寻找适合使用砂糖一药的空间位置了。如果运气好，说不定能靠它找到让我们安全脱离世界炮的方法。薛定谔博士，普罗米修斯，这里就交给你们啦。在你回来之前，我们会尽力寻找缩的破绽。当然也会盯好这个家伙，让他不要乱来。希望绮罗小姐能顺利找到解救我们的方法呢。哼，你就擦亮眼睛等着瞧吧。好啦，既然我们的侦查员小姐已经信心满满的出发了，我们也该提前给她准备好接风的礼物。这里的视野不怎么好呢。17号，我们再向融合区域靠近一些吧。走吧。这种融合可能会在临界面释放大量的能量，谨慎一些，不要冒进。难道我还不够谨慎吗？看来谨慎这个词需要有个新定义了。真的是很强的压迫感呢，简直就像是在对我们宣告，我们所面对的敌人是整个世界。奇怪，这些能量怎么了？还需要采集更多数据，再去其他位置看看吧。看来，越靠近融合区域，崩坏能的密度就越高。但相对于世界炮融合这样的现象来说，这些能量是不是分布得太均匀了？几乎没有什么波动。等一下，不太对，历史的海底，小心！重现征伐。看来有人不欢迎我们的调查呢。全体说话。自重难成。果然，这边的数据也毫无区别，简直就像经过缜密的计算一样。无论如何，先根据刚才的发现，重新梳理一下思路吧。你们好像很关注能量的分布，这当中有什么特别之处吗？特别的并不是能量本身，而是产生能量的过程，或者说原因。物质会通过能量的传递，而达到一种相对平衡的状态。通俗来讲，就是水往低处流。因此，普罗米修斯和我的最初猜测是，世界炮中不均衡的势能，自然推动了世界炮的融合，并因此而释放能量。这与雪崩或者地震的原理类似。然而，从刚才收集的数据来看，当前的这种融合并不自然。与其说它像是地震或者雪崩，倒不如说更像是一起经过精心规划的人为纵火。
也就是说，梭很明确的想要让世界炮被毁灭。的确，就像我们之前推断的那样，所谓的梭，应该是凌驾于世界炮之上的一种规则。但究竟为什么它会让毁灭世界成为规则的一环呢？或许答案就在眼前。世界炮因为自身不稳定，或者彼此融合而毁灭，由此释放出大量能量。这让我想起了本真世界一种常见的能量获取方式。没错，这简直就像是核反应。凋零之星的结局类似于核裂变，而我们当下面对的情况类似于核聚变。此时此刻，这两个逐渐合并的世界炮就像是身处于一个巨大的反应炉，而随着世界炮融合产生的能量越来越多，这个反应的速度还将逐渐加快，直到世界炮彻底毁灭。而这一过程中释放的能量很可能会被梭提取。若真如此，那么他人为纵火的动机也就得到了解释。唉，这么看来，我们所珍视的文明反而更像是它流水线上的副产品呢。那么，如果世界炮完全融合，曾属于这个世界炮的一切，包括我们，会变成什么样？会苟延残喘，还是直接消失？不知道，但从现在的种种迹象来看，我们所面对的最大风险是自己没有任何手段来延缓世界炮的融合，除非存在另一种凌驾于世界炮之上的规则，能够和梭互相抗衡。否则，单纯置身于世界之中的我们，将极难对抗属于世界本身的命运。如此看来，我们还是寄希望于绮罗小姐比较实际。毕竟，如果能够与真正的中焉之茧取得联系，眼下的这些问题也就不足为虑了吧。的确，算算时间，他或许已经有了成果。啊，消息来了，石宇绮罗小姐，情况如何？是否需要我们提供协助？抱歉，我失败了。这个世界的边际好像消失了。根据砂糖银药的指示，穿过这段闭锁的折叠空间，就是世界炮与量子之海间的真正边界了。这里的氛围还真是压抑。别想太多，尽快从这里通过吧。不过，作为通向世界炮边界的必经之路，即使跨越了诸多维度，这条路也未免太长了吧？刚才发生了什么吗？算了，时间紧迫，现在不是胡思乱想的时候，继续向前吧。这里怎么这么空旷？什么标志物都没有，我应该没有迷路吧？还没有走到头吗？这条路究竟有多长？这里真的是通往世界炮边界的必经之路吗？没有能量波动，连世界炮融合产生的怪物也没有。哪怕是来一场恶战也好啊，至少证明我没有走错路。
界泡的边界应该就在前面，但究竟哪一个方向才是所谓的前方？必须尽快找到路才行，哪怕是返回的路。返回。无论如何，先和其他人取得联系吧。说不定他们已经找到了什么方法。普罗米修斯交给我的通讯仪器，希望在这里也能正常使用。抱歉，我失败了。这个世界的边际好像消失了。看来眼下的情形远比我们预计的还要复杂。为了避免出现意外，神与绮罗小姐，请尽快返回吧。既然利用外之剑突破世界炮的计划已经宣告失败，现阶段最重要的就是要保存实力。抱歉，是我将情况想得太简单了。不必自责，绮罗小姐。毕竟我们面对的是一个抽象、强大而又具备明确意志的敌人，而且，也许我想到了另一种方法哦。另一种方法？还是等你与我们会合之后再从长计议吧。我知道了，稍后见。只要依照砂糖银药记录下来的路径原路返回，就能回到出发点吧。应该没有问题。欢迎回来，绮罗小姐。世界炮的性质因为融合而产生了变化，也是无可奈何的事。这并不是你的错，你无需垂头丧气。米斯特林，你刚才说自己想到了新的办法，究竟是什么？这个嘛，还需要绮罗小姐的协助哦。你之前说过，那把砂糖银药可以作用于高维空间，也就是说，它对眼前这些已经融合的区域也能生效了。可以是可以，但具体的形式或许与你的想象有所出入。砂糖银药曾遭受过严重破坏，在修复它的过程中，休格虽对它的全能进行了拆分。我现在持有的只是重新修复后的其中一把，因此并不能发挥出它的全部力量。具体来说，所谓的生效，也不过是对空间的展开方式进行一些引导，并不能阻止世界炮继续融合，更谈不上复原它们了。没有关系，这样就足够了。我希望你能做到的，就是对这些正在融合的部分进行催化，引导出类似爆破的现象。而真正特殊的是，在你进行这一系列操作期间，我会身处其中。什么意思？对于你们聪明的头脑来说，这应该不是什么难以理解的事情。如果真像你们推测的那样，整个世界炮变成了一个巨大的反应堆，那么既然它的运行看起来如此平稳，这些由反应生成的巨额能量就一定需要相应的去处。我想那多半就是缩的核心。因此只要在能量产生的瞬间，有人能跟上能量流动的方向，他就有机会顺藤摸瓜找到缩的大本营所在。而一旦抵达那里，这个人就有可能从底层机制下手，
为大家争取到改变局面的机会。很合理的方案，对吧？米斯特林，我不知道你说的合理究竟指什么。或许你对于世界炮融合所产生的能量还没有概念。即便你再强大，我也不认为你有办法在那样的能量爆发中存活下来。那么，不需要存活就好了吧？毕竟我的本质并不是人类，而是圣痕所凝结的理性。我们的生存状态原本就和人类不同。在失去形体之后，我无非将回归圣痕空间，就像曾经的我反复经历的那样。这并不算什么损失，甚至反而更方便我跻身于能量的洪流，不是吗？我对此存疑。我也不建议这样做。不，应该说，我不可能参与这样的计划。米斯特林，你的存在方式姑且不论，即便一切顺利，你也不确定自己在那边能做到什么吧？为了虚无缥缈的机会，就这样铤而走险，根本就不理智。如果在你牺牲了这些之后，却发现事态无法按照你所计划的那样发展，你又要如何是好？那样的话，也只能自认倒霉了吧。你……但在那之前，这一切是否有用，我还是希望能用自己的双眼验证。因为我很清楚，所谓的知晓和理解，是两件截然不同的事。哪怕会付出很多代价，我也想亲眼看看，在走投无路之际，我的选择会创造出怎样的未来。当然，如果这个未来能帮得上你们，那就更好啦。也许我的确在做出糟糕的选择，但那也要等到验证后才能确定，不是吗？而除此之外，我也无法想出自己还能怎样帮助各位负担起将希尔他们招来此地的责任。算了，反正在心口开河这方面，我是赢不了你。既然如此，投票吧。成功率未知的行动，应该由所有人共同决定。好呀，时间有限，就由我们几人共同表决吧。17号，至少你能够理解我的想法，对吗？或许吧。至少作为机械生命，我的寿命足够长，足以等到你从圣痕空间再度现身。当然，前提是我们能够从这个世界炮全身而退。我不在的这段时间，你可不要觉得寂寞哦。你想多了。不是，你怎么……在很久以前，就有人教导过我，要尊重每一个人类的选择，无论是米斯特林，还是……那个人说，人类的本质就是为了本不为我的某物而献上生命。那薛定谔博士呢？你从刚才开始就一言不发，一定是觉得这家伙的提议纯属异想天开，对吧？不，米斯特林小姐的提议虽然牺牲巨大，但无疑是眼下最为可行的方案，并且只有她能够做到。米斯特林小姐，我愿意为此向你致敬。博士，
你博士不必客气。我想，大多数人在处于我此刻的立场时，都会做出类似的决定吧。比如60多年前的您。怎么样，绮罗小姐？既然投票的结果是3比1，你也只能接受我的提案了吧？在稍后引爆空间的时候，你可一定要温柔一点哦。的确，恐怕这就是永劫的含义。即使不考虑世界炮的纷繁特性，在无法穷尽的时间中，我们所经历的一切，也多半早就以一种形式发生过，并且终将以另一种形式重演。曾经见证过中烟的你，应该能比其他人更容易理解这种情况吧？所以呢，我不认为这可以被称作有价值的临终遗言。是说我死到临头还在说废话吗？可严格意义上说，我也不会死啊。好吧，那就让我利用好这段时间，最后再教你一些东西如何？来，试着模仿我的语气，在送别的时候，要像这样。无论如何，我还是很喜欢你的。即使势不可为，我也会永远记住那些和你相处的时光。像这样试试看吧，越是这种时候，越要试着表明心迹，不让自己留下任何遗憾才对。如果是另一个人站在这里，他一定会认为你病得不轻。更何况，能够亲眼观测一个理性的消亡，那可是难得的机会。于我而言，求之不得。真的吗？可别太言不由衷哦。不过，这样说来，你的确更加接近人类了吧？那时我有很多话还没来得及说出。这种遗憾，偶尔体会一下，对于成长来说也是好事。哦，说起来，准备工作比想象中用了更多时间呢。我是不是又提出让人为难的要求了？不过仔细想来，如果当前的准备工作出现了意外，又或者你离开之后，我们终究败给了梭。在这些最坏的可能性下，我们所有人当中，可能反而只有你能够生还。我可不认为那是生还哦。于我而言，有限的时间，于普通人而言，可未必如此。以人类的标准来说，我即将面对的虽然并非死亡，却也是名副其实的告别。也就是说，你并没有认为这是可以被轻易接受的代价。当然啦，你以为我已经是走完一生了无遗憾的老人？所以，我们为什么聊到了这个？我在想，虽然你号称是救济的圣痕结晶，但恰恰相反，你事实上是一个相当自我的存在。以人类的标准而言，甚至可以被称得上自私。好吧，这倒也没错，我承认。所以呢？世界炮的存续，其中居民的存亡，对一个自私的人来说，不过是在目睹一群毫无关系之人的末路。
甚至达不到珍稀物种灭绝能对它造成的触动。所以，我很好奇，你眼下的行动究竟蕴含着怎样的动机？所以我才说，恐怕这就是永劫的含义吧。在无法穷尽的时间中，我们所经历的一切不仅可能，甚至可以说必然已经发生过，并且终将重演。或许在另一个宇宙里，我们也将会有眼前这样的一番交谈，并且每一个细节都完全相符。你应该明白，这不过是哲学家的一厢情愿。但毕竟不是毫无可能，对吧？如果一定要为我的自私找一个借口，一旦想到我的某些遗憾和恐惧将会在无尽的时间里反复上演，我就感到难以忍受。在过去，我往往只是命运的配角，虽然也能随性而为，却终究什么也改变不了。所以，我渐渐开始打算换一种生活方式，也就是当自己的主角，尽力不去做可能让自己后悔的事情。至于结果，虽然有好有坏，但以永劫的尺度而言，至少眼下的我能够问心无愧。我不理解，你为什么要绕这么大一个圈子？你只是想在主观上不觉得自己是个坏人，其中的缘由可能仍然基于你身为理型的生理特质。算了，就按照你的意愿，不在这种时候对你进行其他负面评价了。呀，你是从这个角度来看问题的吗？可是，你是否想过，对我们这些非人之人而言，永恒也会有永恒的代价。某种意义上说，能够生死神灭，反倒是人类唯一会让我感到羡慕的特质。倒不是那种所谓永生之苦的陈词滥调啦，只不过，能够彻底死去，或许反而是世界对人类的一种仁慈。在短短的一生中，他们所有的遗憾、恐惧、痛苦，都随着死亡烟消云散，不留下任何痕迹。而如果事实并非如此，在任何一个世界都将有极大的概率出现人间的天堂与地狱，少数人的欢乐将与大多数人的痛苦形成极致的对比。但这终究只是题外话，密斯特林。算了。你难道是想问，已经准备好了吗？一切就绪，虽然还有最后一步。确保我身处其中？除了一个供你出入的缺口以外，始于启罗已经完成了封存一处空间的工作，他正在尽可能地维持现状，以免我们设想中的融合反应提前加剧。也就是说，我要尽快动身才行啦。等等，密斯特林。对了，17号，最后再帮我一个忙吧。无论如何，你从来没有见过我表现出大喜大悲的样子吧？对我来说，那还是很难为情的。我是说，尽量别再说些太伤感的话，好吗？虽然大家不知何时才能再度相见，但反正又不是真的要死了，就让我悠哉悠哉一点吧。我答应你，出发吧。好呀，说来还真是巧呢。无论到来还是离去，
我眼前的景象都是这样的一片洁白，很合心意呢。啊，那是……总是自以为无所不知，但其实我也忽略了很多细节呢。说起来，17号，你的机体应该集成了相机的功能，能帮我拍张照片吗？这里真有氛围感呀。天堂里不会有人行善积德，因为他们本就如此。地狱里也不会有人为非作歹，因为他们本就如此。是啊，只有人间是这样一个……我们走吧。你们……抱歉，路上耽误了一些时间，情况怎么样？很顺利啊，虽然在人为分割之后，空间融合的势头的确更猛，不过也还算维持得住，倒也不用急着现在就进去。谢谢，别担心，我也没有其他必须要做的事情了。不过，之前还真没想过，这种景象，与其说是两个世界的融合，倒更像是天崩地坏呢。即使从理论上来说，任何形式的融合，也都不会表现得太过温和。是啊，世间万物彼此都互为意志嘛。我早就……哎呀，又在说闲话了。我们还是节约一点时间吧。接下来，只要我走到里面去，大家再将那片区域彻底分离出这个世界泡就可以了吧？就已知部分来说，的确如此。已知部分？融合的具体机理，毕竟只存在于我们的推测当中。而一旦那片区域被彻底隔绝，无论发生怎样的异变，我们都无法再对你施以援手。这我倒是早有准备。不如说，反倒是大家要更坚决一些。无论看到了什么意料之外的情况，都不要为了我而重新打开这片空间。虽然这样说或许有些自作多情。哼，在融合加剧之后，即使我们有这个意愿，也不可能做到吧？那就再好不过了。好了，也该出发了。从外之剑承受的压力来看，你的确应该立刻动身。虽然，即使封存和分割彻底结束，你仍然能通过我和这边维持一定程度的联系，但很抱歉，你必须独自一人面对天地的寂灭。所以，无论尝试失败与否，我至少还能在最后一刻留下讯息。当然，你最后留下的信息将至关重要，应该会直接决定我们此后的行动逻辑。我明白了，那么再见了，各位。也不知道会不会变得很狼狈呢。17号，可以陪我到那边去吗？
我拒绝你的请求，米斯特林，而且我也不会向你道别。你不过是暂时离开而已，再怎么样，应该都还在这片量子之海。我们没必要太过郑重其事。这还真是严格的逻辑判断呢。在我没发现的地方，你还是变了很多啊，17号。对了，要不要再做个其他的约定？下次见面的时候，能让我送你一个名字吗？普罗米修斯更像是一个姓氏，而现在看来，17号也早就不适合你了。我不太相信你的审美，不过到时候你可以发表意见。你还是相信我吧，毕竟我应该有很多时间可以进行思考呢。那就这样了。米斯特林，我知道你在害怕什么。如果你需要一个答案，我现在就可以给你。不，别说出来，那样太幼稚了。就让我自己去试试看吧。虽然还有很多话想说，不过得抓紧时间才行。虽然有些不合时宜，不过还真希望你之后会想念我。我还从来没有过类似的经历呢。就是那边了吧？薛定谔博士，你还能听到我的声音吗？我已经到这里了。没问题。始于起落，正在同步封闭这片区域的空间缺口。这个过程不会花太多时间，做好准备吧。准备吗？的确很短暂啊。接下来就是我自己的任务了。不过，虽然这么说，现在倒也没什么事情可做呢。那是……原来如此，一切确实都在化为能量。照这样下去，我可未必能坚持到融合彻底完成的那一刻。实话说，我对自己现在的形象还是挺满意的。如果可能，还是不想搞得太严肃啊。不过，偶尔认真一次，倒也不坏。比起和某个意志为敌，还是让我和湮灭本身来较量一下吧。结束了。
速度比预想中还要更快一些。也就是说，这也算得上是一种预演。我们所在的地方，时候也会……以世界炮的标准而言，这已经算是足够缓慢的毁灭了。和米斯特林的通讯还能正常进行吗？你需要和他直接进行交流吗？不，只是确保他能顺利留下讯息而已。普罗米修斯，虽然我对你和米斯特林都不够了解，不过如果他的确要离开很长一段时间，你还是对他多说些什么吧。有什么必要吗？你如果这样问我，那我也说不上来。不过，在我还是女武神的时候，我曾经认识一位特别的前辈。她虽然只是 B 级女武神，心性的坚韧却远超常人。哪怕身处生死一线的绝境，那位前辈也从来没有动摇过。在这方面，她就像我的偶像 Cecilia 大人一样可靠。但那一天，我看到一向雷厉风行的她，竟然躲在训练室的角落里埋头哭泣，哭到控制不住自己的呼吸。你想表达什么？我所认识的一个男人，他在心性坚韧这方面无人能及，但他也同样有过泪洒战场的时候。话是这样说了，毕竟人总有几件自己承受不了的事。但我真正感到奇怪的是，当我问起他发生了什么的时候，他告诉我自己回想起了一位在任务中牺牲的队友，只是他并非在为对方的离去哭泣，而是为了另外一件小事。因为那位队友虽然在任务中受了致命伤，却并未在一瞬间死去。而在他的弥留之际，为了让其他幸存者有机会离开，那位前辈始终在尝试驱离附近区域的崩坏兽。明智的选择。他当时也这样认为，但在数年之后，他一个人在训练室中偶然想起这件事时，却突然感到非常后悔。整整几个小时，我就那样看着他死去。我多应该暂时放下一切，冲到他的身边，把他紧紧抱在怀里。那样，他弥留之际的一点点意识就能知道，是我正带他去往他将要去的地方。薛定谔博士，能帮我和米斯特林建立直接通讯吗？果然，我需要再多叮嘱他一些注意事项。喂，你……抱歉，我能够理解你所描述的情境，但结论却有所不同。那些他后悔自己没有做过的事，究竟是想要填补死者的遗憾，还是想要填补自己的遗憾？不要误会，在我的理解中，这本无高下之分。但我可以确定，米斯特林，他并不是那桩往事中的逝者。但就算不考虑以后的事情，你难道不会觉得他多多少少会感到有些痛苦吗？当然会，但给予对方足够的空间，容许对方独自承担他所选择的痛苦，这恰恰是我能给出的最高形式的尊重。作为他此刻的朋友，地狱不是一个你将要去的地方，
而是一件你应该随身携带的行李。所以，我总觉得弥留之际是一个相当隐私的时刻呢。你一定要在这种时候打扰我吗，这位朋友？不准备加以回应吗？也对，就现状而言，仅仅彰示自己的存在，就已经可以当作一种看来我之前高兴得太早了，到最后，我将要与之为敌的，事实上仍然是某种意志吗？我对这种事实在是有些疲倦。不过，以你展现出的能力来说，我恐怕不适合表现出这种上位者特有的温柔，对吧？而且，既然你选择在这时现身，看来我的猜测倒是没错了。难怪你刚才说，自己此行的目的是要确保亲自将我毁灭。因融合而产生的能量，的确有一个属于它的归处。而在你的判断中，我也的确拥有溯流从源的能力。很好，对我来说，这就已经足够了。甚至，如果以自己的私心进行考虑，我反倒很庆幸你能出现在这里，让我所做的事变得更加困难。否则，只是在这里等死的行为，实在很难称得上是什么壮举啊。感到很难理解吗？虽然我是很不愿意承认了，但或许是天性使然，17号对我的评价其实完全正确。无论我怎样尝试说服自己，我都无法发自内心地关心他人的命运。即使知晓这里将会在不久之后彻底消亡，我也无法放下过去那种游戏般的态度。太过轻佻也好，缺乏同理心也罢，这或许算是我作为旅行的某种缺陷。所以，你知道在出发之前，我为什么要拒绝17号的回答了吧？他给出的那个答案，我心中早有定数，直到此时此刻，才重新感到了动摇。这很容易就能猜到吧？所以我才说，你的出现或许是件好事呢。或许有些自夸的嫌疑啦，但在大多情况下，我都太过强大了一点，很难让自己处于某种没有选择的局面，也就无法通过这种方式检视自己的内心。谢谢你及时出现，能让我体会到作为弱者的感受。而且，在这片区域彻底融合之前，如果你无法将我杀死，那么我仍然会是赢家。
或许是能够借此体会人类的感受吧。生来便注定死，但在选择如何衰老、如何死去的时候，他们往往也决定了自己如何活过。而且，我可不认为自己无法胜利哦。虽说远远不如圣痕计划宣告完成的那时，但这位朋友，所谓的旅行，即使是其中最为弱小的存在，也同样天然拥有抵达无限的潜能。更何况，此时此刻，我还是第一次对眼前的战斗感到这种方面的兴趣。我不知道你有多么强大，又怀抱着怎样的恶意，但现在，就请让我借你一用吧。在今天过后，我也终于能够知晓，一个毫无高贵品格可言，主观上甚至可以被称为自私的存在，他能否通过做出正确的选择，拥有自称为沙尼亚特的资格？你的心率似乎不太正常。没错，爆炸、融合，虽然形式不同，但凋零之心毁灭的真正原因，恐怕就是经受了这种程度的能量冲击。米斯特林，怎么样了？通讯没有中断，但他已经很久没有进行回应了。准确来说，那片区域彻底陷入了死寂，或许就是所谓的大音牺牲吧。对他来说，我们发送的信号也会一样吗？很难确定，但从目前观测到的情况来看，即使我们能将讯息有效传递过去，他恐怕也很难分心进行理解了。就这样结束了吗？
看来还是太勉强了吗？不过，这倒也说明不了什么。或许他什么都不说，是因为一切都很顺利。接下来呢？还有什么事是我们可以尽力去做的吗？当然，但现在就决定下一步，或许还太早了一点。太早？就我所了解的那个米斯特林来说，刚才我们见到的，不可能是他的最后一面。我们先到他最终消失的那片区域看看吧。这是米斯特林，他难道没事？你太过乐观了，这只是他留下的梦境。梦境啊，所以他还是为我们留下了些什么？有些时候他会刻意把简单的事情往复杂去做。单纯从表演欲来看，他恐怕也有成为偶像的潜质。虽然这一次，或许的确是出于无奈。所以，17号，你的猜测没错。它的确存在，而且就是怎么回事？普罗米修斯，刚才那是正常的吗？过去他留下的梦境也会出现这种情况吗？准确来说，我也不能确定。直到今天，我也很难揣度他的行事逻辑。但虽然不知道原因，既然他在最后一刻还是得出了我的猜测没错这种判断，所以那到底是什么？恐怕要等一下才能向你详细解释了。在此之前，薛定谔博士，请以最快的速度帮我确认石之律者的位置。无论他正在尝试些什么，都要立刻阻止他。石之律者？我曾对他提出过一个请求，虽然在那时看来很有必要，但现在我绝不能为了一项已知的情报，让他白白死在我们的敌人手中。喂，可别把我和他相提并论。不对，应该是他。算了，都一样。不过是个半吊子罢了，管他多擅长这方面，也不可能比得上意识的律者，明白吗？好吧，我可以再复述一次。为了避免表述混乱，我之前称呼他为第8律者，但事实上，他同样是意识的律者。准确来说，出于降低难度的考量，正因为他曾经出现在前文明，你现在拥有的才会是意识的全能。什么难度不难度的，半吊子就是半吊子。对于你实质上贬低自身的行为，我无意阻止。总之，那不是重点，重点在于他所能做到的事，你当然也可以。
毕竟，就精神能力的造诣而言，现在的你的确可以称得上无人能及。倒也没那么，虽然这是事实，不过你也不用这么肉麻吧。你说得对，毕竟在与凯文的战斗中，据说你已经使用了类似的手法。凯文？等等，你说的难不成是？之前闲聊时，希尔曾提起，那时你借助圣痕计划中的普通意识与凯文抗衡，从而使自己立于不败之地。而对于前文明的第8律者而言，那也是他最主要的手段。所以呢？哦，我明白了。逻辑非常简单，所以或许连你也能猜到。你想让我吃掉整个世界再跑路？是否存在？唉，好吧，看来还是有解释的必要。在此之前，我们已经确定这里有近似于中烟之茧的底层机制存在，而为了能够准确无误的运作，底层机制必然无法轻易变更。举例来说，如果我现在才发现构成自己的底层代码会额外损耗硬件的使用寿命，恐怕也只能置之不理。否则，善加变动所带来的连锁反应将会比我发现的问题本身更加严重。虽然我不是不能理解你的意思啊，但你就不能说点人容易听懂的？你就当做我没举过那个例子吧。总之，既然存在底层机制，那它就不单单会制约我们，也会制约对方自己。也就是说，只要找到合适的切入点，我们多少能加以利用。但与此同时，也存在一种更加危险的可能性，始终存在一个意志，在对这种底层机制进行宏观或微观的调控。那又怎么了？你不是说底层机制不能轻易变动吗？有人看着也好，没人看着也好，不都一回事吗？变动的确会带来很大的代价，但如果有某个意志参与其中，并认为某时某刻的变动值得付出相当的代价呢？到了那时候，我们对既定规则的利用就存在被见招拆招的可能。所以，我才会在你出发之前单独请求你做这件事，在相对安全的前提下，如同前文明的第8律者那样，尽可能用你的全能侵染世界炮中的所有意识，掌握我们当下的状况。有这种必要吗？能做到那种事的人，难道不是实打实的神明？对方又不是善茬，打个响指什么的，把我们直接杀光不就完了？多省事儿啊！既然这一切没有发生，那么你说的那种意志，即使存在，恐怕也威胁不大吧？这也是我还没能彻底想通的一件事。那个意志可能并没有自己创造出的机制强大，但曾经的第8律者，也包括侵蚀之律者，他们正是依靠一些4两拨千斤的能力，几乎将人类彻底摧毁。所以，我非常庆幸，如今有意识的律者站在我们这边。更何况，我们所处的世界炮相比本征世界要小上很多。你就瞧好吧。你说的那种意识，它最好根本不存在，不然被我揪出来的话，那可就太好玩了。那么，我就不破坏你的兴致了。不过，
你刚才说到吃掉整个世界，虽然听上去会让人产生不够可靠的误解，但我很想听听你的想法，或许能为大家提供一些新的思路。啊？时之律者，他消失了。前面就是时之律者最后出现的位置，至少我们是这样认为的。这些能量的残留，的确像是时之律者的手笔。看来这里曾经发生了一场恶战，不过现在什么怪物都没有了。乐观推测，或许时之律者在消失之前消灭了所有的敌人。但如果不那么乐观，或许怪物之所以消失，正是因为他们的敌人消失了。这些就是时之律者面对的敌人，哪怕数量再多，一位律者因为这种程度的敌人陷入苦战，也未免很荒唐，对吧？我和希儿也这样认为。时之律者虽然话多，却不是只会吹牛的家伙。能够让他视为对手，甚至严阵以待的，一定不是什么普通的敌人。所以我们推测，他所遇到的敌人应该另有其人。难道除了梭之外，还存在着其他的敌人吗？还是连律者都无法应对的敌人？等等，你们看，那是什么？这是……这东西总不会是那家伙故意变出来唬我们的吧？不至于吧？再怎么说，这看上去也不是他的风格呀。我当然也清楚，但是据我所知，出现在我们面前的时之律者并没有人类意义上的形体，反而更像是某种来自中烟之茧的投影，一种难以区分到底是物质还是能量的存在。而现在，投影的残片被留了下来，主体却不知所踪。要么是作为本体的中烟之茧出现了什么问题，但有 Kiana 在，这根本就不可能；要么，这就真的是一个活得不耐烦了的玩笑。
对，还有第三种可能。另一位希尔，你说的没错，原本确实只有这2种可能，但前提是他依然是时之律者，或者说属于本真世界、属于中焉之简体系的时之律者。你到底想说什么？其实，在时之律者出发前，我单独给了他一个任务。当时的我们认为，这是一个探寻缩本质的机会，虽然极具风险，可一旦成功，我们就能推行更有针对性的应对计划。为了避免与缩正面交战，我与时之律者约定，一旦出现性命攸关的局面，就立刻切换形态，将自己暂时变为纯粹的能量，以此保存实力。让那家伙不要恋战？哼，你还不如试试让海豚骑独轮车呢。你是说，时之律者会将武器遗失在这里，并非是刻意为之，而是无奈之举？难不成是时之律者的敌人收走了他的律者全能？不对，如果有人能那样做，时之律者的武器反而更不可能留在这里。希尔刚才说过，时之律者其实是一种难以区分到底是物质还是能量的存在，他的律者全能就是他的全部，他的全部也都是他的律者全能，包括武器。所以，如果他消失了，他的武器也应该一并消失才对。也就是说，整件事情中最荒谬的一点在于，时之律者的武器就在这里，好端端的以实体的形式存在，而他自己却不知道上哪儿去了。如果这不是收走，而是接管呢？还记得我们之前的推断吗？梭似乎与中焉之茧极为相似，以至于普罗米修斯那些对付中焉之茧的代码也能对梭生效。如果顺着这个思路大胆猜测，也许经由梭的体系也能诞生律者。你认真的？确实不能排除这种可能。所以，你所说的接管，是猜测因为梭的介入，将时之律者由中焉之茧的律者转化为了梭的律者。于是，时之律者受制于梭，无法像过去一样在2种状态之间自由切换。的确，如果这种猜测成立，眼前发生的一切也就解释得通了。可是，这样一来，也就是说，没错，时之律者或许并非主动消失，而是被梭控制，乃至杀死了。而考虑到梭并未利用这份全能掉头来攻击我们，我们必须承认，最可能的结论其实是时之律者已经死了。毕竟对方不是过去的世界蛇，没必要手下留情，仅仅把律者关押起来。好了，最可能倒并不意味着一定如此。而且，时之律者在消失之前，其实为我们留下了一个无比重要的线索。薛定谔博士刚刚不是这样猜想吗？经由梭的体系也能诞生律者。既然如此，如果我们逆转一下思维，没错，博士。破局的关键，或许就是在这个世界里，从零开始，
人为创造新的律者，而后再度跨越中烟。这个思路值得一试。你也是认真的吗，石头博士？普罗米修斯或许是短路了，那你总不会是快要蒸发了？当然没有。在崩坏能功率足够的情况下，凭空创造律者原本就存在可能。比如，我就见证过一位以那种形式诞生的律者，尽管他的出现并非人造的结果。而你们更熟知的 Kiana 的经历，也能提供另一个角度的佐证。以那种形式诞生的律者，你指的难道是理智律者瓦尔特·乔伊斯，第一次崩坏的唯一幸存者。当然，这也仅仅是理论上的有概率而已。正如第一次崩坏这个名称所暗示的那样，人造律者原本就是一项谁都做不起的实验。哦，天命的前主教除外。你清楚这一点，还打算赌着微乎其微的概率？我可以提供大幅提升可能性的支持，毕竟这世界上应该没有人比我更接近崩坏意志了。你们可真是疯了。不过，眼下我们破局乏术，确实也没什么选择。希尔，你……毕竟，如果真的能够顺利催生出律者，我们就能像最初计划的那样，利用它的虚数起点，直接连通外面的世界吧。这样一来，不管是回到本真世界，还是直接找到索，都能打破僵局。而且新生律者的全能，也有机会变成我们的制胜武器。你们就没想过实验失败或者律者失控的可能性？我说过了，我是这个世界上最接近崩坏意志的存在。只要缩的规模不超过中烟之茧的1/10，你们就无需担心催生的律者会失去控制。那超过1/10了会怎么样？那样的世界将由宿命主宰，一切都会被命运的丝线控制。在那种情况下，世界炮中的所有事物都将是缩的提线木偶，包括我们自己。行吧，那你们说说，这个新律者谁来当？肯定不是希尔，所以是我吗？不，你们已经承担着高塔贤者的职责，贸然承受新的全能，可能有额外的风险。更重要的是，我们接下来或许还需要贤者的力量，为我们和这个世界争取更多的时间。而另一方面，我和薛定谔博士的身体显然不适合承受虚数起点，所以，真正合适的人其实是……你们的意思是，我吗？当然，你多少算是天然圣痕的持有者，论崩坏能抗性不会输给任何人。更重要的是，你还有休格斯和外之剑的力量。没错，你就是最合适的人选，绮罗。你们说的我都有点不好意思了呢。也对啊，毕竟我可是希尔他们的前辈，这种时候怎么好躲在大家后面呢？虽然不管是当上女武神也好，现在也好，好像事情总是从阴差阳错开始的。不过回应大家的期望，
也是偶像的职责吧。你能这么快接受状况，真是太好了。那么，就由我来总结一下计划吧。接下来，我和薛定谔博士会用各自的方法引导、汇聚因世界融合而外溢的崩坏能，在局部将其浓度提升到理论值以上，以催生虚数起点。这原本会很困难，但在希尔的支持下，我们在这个世界中的确能做到一些平常费时费力才能完成的事情。而且我们也打算像冲浪一样，利用一下缩对世界规则的扰乱。所以，启洛，我不建议你再保留任何实力。你应该明白我的意思。我会完全解放休格斯的力量，全力以赴。而两位希尔，我希望你们能够最大限度地放大高塔贤者的全能，充当计划的稳定器。具体的做法之后会单独告诉你们。在这期间，你们也可以尝试返回沙铁国度，以便将那里的崩坏能也向这里引导，加快催生虚数起点的速度。回到沙铁国度，不怕那些黑雾了？既然缩对那个世界炮的掌控已经完成，我想，以他那抠门的习惯，必然不会一直驱动那种黑雾。确实有可能，我觉得我们至少可以试一试。如果我们能轻松回去，那他大概还真是抠门到家了。看来当前的任务已经分配好了，那事不宜迟。等等，你别急，有一个很重要的猜测，我还没有告诉大家。事实上，从米斯特林消散的那一刻起，我就有所察觉了。他在离去的时候，本可以说出某个异常关键的讯息，但有什么东西妨碍了他。缩，是吗？这件事的可怕之处，并不在于缩如何出手妨碍他，而在于缩为何能够精准地挑选那个瞬间，异常精确地妨碍他说出最后的几句话。更进一步说，维塔遇袭的时候，希尔过桥的时候，时之律者消失的时候，缩虽然看似抠门，却不知为何每一次出手都能精准地打在我们的痛点上。你的意思是，缩的全能，或许是全知。全知？我们的一举一动，说出口的话语，对他而言，或许都如在耳畔。如果事情真是这样，那么我们越是想直击对方的要害，就越要冒更大的风险。这……我希望从接下来开始，大家不要再将我们的计划诉诸语言。之前的沟通是必要的说明，而从现在起，我建议大家互相只进行最必要、简短的交流，以避免敌人获取更多的信息。除非我们能证明对方并不全知。
好，既然分配完了任务，接下来我们就各自行动了。我说这些话应该没关系吧？无妨。虽然还不知道我们有没有正确领悟普罗米修斯的意图，没关系，这样就好。无论你们的猜测是否正确，只要有所行动，这个计划就能顺利的推进下去。果然，我明白了，我们会努力的。而另一边，则需要薛定谔博士的助力。真是抱歉，顶着这副不方便的外表，我能做的也只有单纯的动脑了。不，对于现在的我们而言，你的头脑才是最强的武器。谢谢你，我也很久没有在这种压力下思考问题了，真是令人怀念。那不是很好吗？至于我，也要去做一些只有我能够做到的事了。这明明是个重要的关头，我究竟在想些什么呀？没关系的，总有一天我们会从习惯之中释放，发现真正的自己，找到真正的愿望。现在先集中注意力，完成好这次特殊的慰灵吧，不是为了其他人，而是为了希尔。总算回到了这里。可是希尔呢？难道说
不，他一定就在这里。我知道，因为我就是他的另一面啊。希尔，是你吗？果然，无论什么时候，希尔都能第一时间注意到我呢。某人就未必了。若不是有人提醒，肯定想不到另一个自己也能成为卫灵的对象吧？可是，之前我们还要尽全力履行贤者的职责，保护大家。我开玩笑的，你别认真啊。啊，是这样吗？那，让我们一起完成卫灵的最后一步，尽快将你的存在补足吧。哼，真拿你没办法。就是这里了，卫灵的终点。让我们再度成为完整的希尔吧。哎呀，还是这样的状态最让人省心。等等，我还没……希尔，我回来了，以及欢迎回来。走吧，希尔，让我们回归现实吧。等一下，可是我们还要去帮助绮罗前辈呀。话虽如此，但只有在这里，我们才可以好好的对话吧，不会被碍眼的旁听者打扰。希尔，你有什么发现吗？我只是在想，最大限度地放大高塔贤者的全能，充当计划的稳定器。似乎我们的任务仅仅只是争取时间，但在世界炮的融合已经无法扭转的现在，我们要争取的究竟是什么时间？最大限度的放大又在暗示什么？的确，普罗米修斯分配给我们的任务，对我们而言几乎等同于原地待命。这显然和现在的情势相当脱节，对吧？再加上那个全知的推测，他分配给我们任务一定另有所指。但那又是什么呢？等等，如果将他的话反过来听呢？啊？在这样紧急的形势下，即便是为了迷惑敌人，普罗米修斯也一定不会信口胡说，编造战术。那么，假定他的计划都是真实的，按之前的分析，大家需要完成的任务就包含着成为律者和争取时间。所以，在世界的崩溃似乎无法避免的情况下，需要由我们争取时间的就只剩下了你是说，普罗米修斯的真正指示是，让我们和绮罗前辈在同一时间尝试成为律者，而绮罗前辈才是负责迷惑梭，为我们争取时间的人？不然，我实在想象不出普罗米修斯这样分配任务的理由。如果扭转眼前局面的唯一方式是成为律者，那么，所有可能成为律者的成员就都应该进行尝试才对。律者，是我们也可以驾驭的力量吗？况且，如果我们真的成为了梭体系下的律者，就算普罗米修斯认为这值得冒险，希尔和我还能像现在这样相安无事地共享同一个身体吗？别怕，希尔，无论变成什么样子，我们都是一样的。
你说的没错，比起手足无措的留在这里，只要能增加我们面对缩的胜算，无论什么样的方法，我们都应该尝试一下。只不过，如果是这样，绮罗前辈的处境就变得相当危险了。即使缩的力量真的不及中烟之剑的1/10，绮罗前辈，请一定要平安无事啊！开什么玩笑？怎么会有2个我？就选在这里吧。成功了。
意识到的，真正的敌人是你。是啊，对我来说，天上的每一颗星星都是敌人。你没有什么想说的吗？17号。好的，我会为您分析取得胜利的概率。如果您所说的星星是指恒星，客观来看，与它们动辄上亿年的寿命相比，您显得太过渺小了一点。和它们本身的巨大相比，情况也完全一致。因此，倘若尝试与群星为敌，您毫无胜算。当然，从自我安慰的角度，您可以自欺欺人地认为，凭借生前的功绩，自己能够永远活在他人心中，直至星辰陨灭，依然不会为人遗忘。这倒是也能被称为一种胜利，精神的胜利。所以，你是认为我做不到了？与恒星的寿命相比，文明不值一提。的确，以这颗星球所有生物的平均智力而言，哪怕考虑到今后可能存在的进化，您的智力水平或许也足以作为顶点与象征，使自己获得与文明等同的寿命。但只要人类自身的劣根性未能根除，由他们构建的文明就不可能有机会见证群星陨灭的那一刻。更何况，比起与群星为敌，或许跨越中烟才是您更应该考虑的问题。果然，我们考虑问题的出发点还是很不一样的。准确来说，我当然也愿意不朽，但我不希望是通过自己的功绩来达到，而是更希望用不死来达到。听上去很像梅比乌斯会说的话，对吧？不过还是很不一样的。比起活在人们的心里，我更希望活在自己的公寓里。这是后话了。事实上，17号，认为每一颗星星都是敌人，并不代表要向他们宣战。真正重要的，反而是我确立这一目标的资格。很抱歉，我无法理解。这也是当然了，不过没关系，慢慢来。总之，当我决定把群星当作敌人的时候，当然也要先去思索，自己凭什么能够这样去做。凭什么？没错，我固然不会真的与群星展开较量，但当我确信自己拥有这种资格的时候，它反而能给予我一些额外的动力，更好的去粉碎其他阻碍。可是，您的确没有资格才对。我平时直来直去的时候，也是这么伤人吗？那，好吧，就当作是助手的入职礼物。17号，为何我们有资格将群星当作敌人？因为在浩瀚的苍穹下，可惜，
你猜错了。事实上，那没有什么难度，就像你和人类也没有多少区别一样。譬如说，我觉得比起现在，你当初或许更识时务，何必非要与群星为敌呢？不过，我的确很少像现在这么做。在与自己的冲突中，我们创造了诗歌；从与他人的冲突中，我们创造了修辞。我总觉得彼此留一点距离要更好。所以，从来就都是你吗？根本没有什么维塔。我现在亲眼见到的，就是那个将大片量子之海覆盖在阴影之下的传说。倒也不必如此刻薄吧。你自己不也同样拥有2个名字吗？你还是可以把我称为 Vita。牙齿要轻轻咬一下嘴唇的 V， 以及舌尖要轻轻弹一下牙齿的塔。如果有可能，我当然也希望在一切被了结的时候，自己从未走到过台前。毁灭向来只是我的天职，而不是我的兴趣。当然了，事实上却是我从未离开过台前，真可惜啊。哼，看起来你反倒感到更加困惑了。普罗米修斯，你思考的已经够多了。你确定要把生命的最后一点时间也用来盘算和布局吗？看来那位博士的最后一课，倒也没让你学到什么。不，此时此刻，我的确做不到什么了。让我感到困惑的事很简单，你为什么弱小到这种程度？你确定在这种场合下，自己也能坦然说出这句话吗？我只是在描述客观事实，除非你有所保留，不然你在刚才展现出的力量，甚至与米斯特林相比，也只在伯仲之间。那只是暂时，而且这又有什么值得奇怪的？你不是早就得出过自己的判断了吗？我未必会强于自己的造物。好吧，我承认刚才的说法只是一个谎言，但我恐怕没有向你解释的义务哦。无论如何，即使我娓娓道来，将自己的一切全盘托出，你也同样无法阻止我。这很奇怪，使用刚才的技巧，你确实有能力将我们逐一杀死，但如果你的目的仅仅是把我们困在这里，和世界炮一同消亡，我看不出眼下这个时机的必要性。说不定我已经这么做了呢。别忘了，你现在孤身一人呢，就这么确信自己的同伴们还活着吗？你也别当真呢，开个玩笑而已。由我亲自杀死，你的确独享了这份殊荣。我非要这么做不可，只有这样，惩戒的意味才足够明显。单独对我进行的惩戒吗？也就是说，我正在做的事性质的确和其他人有所不同，或者说，
和其他尝试比起来，这的确能对你造成威胁。或许吧，不过对我来说，那倒不是最重要的原因。任何具有灵智的生物，多多少少都会具有自我厌恶的秉性，所以，我对于窃贼的厌恶，总是会让我在行事时变得太过冲动呢。哦，确认过自己能够被读取思维之后，开始刻意控制自己不去想了吗？还真是只有人工智能才可以做到的事情啊。对普通人来说，就像那个出名的把戏一样。如果我要求你不要在脑海里想象群星，那么它反倒一定会成为你立刻想到的事物。不过，你这不就等于是彻底放弃了吗？这样一来，你还怎么把自己接下来的计划传达给一直在暗中等待的那位博士呢？好了，现身吧。你真认为自己能够瞒过我吗？薛定谔，看来你自己倒是没意识到呢。虽然不能无处不在，但他倒是尽职尽责的不停在每个人附近打转。是啊，从性质上而言，这位的确是很麻烦的存在。根本不存在于这里，也就不可能死在这里。若非他能够做到的是微不足道，恐怕事情会变得很麻烦呢。微不足道，恐怕我并不这么认为。走上台前，这或许是你最为错误的决定。对他们来说，知晓自己的敌人是谁，这就已经足够了。即使那个敌人根本无从战胜，他们的确面对过类似的敌人，但却并非是你。我知道，就是你们回忆中的那位凯文，对吧？只是，薛定谔博士，你接下来的打算呢？是去向他们通知这个噩耗，还是先在这里看着自己的机械朋友撒手人寰？唉，就我自己的经验来说，个体的思考通常只会导向一个终点：绝望。他说的没错，薛定谔博士。他刚才说自己从未离开过台前，现在我终于知道那究竟在指什么了。虽然我不知道当中是否存在其他性质，但这种绝不仅仅是偷听和读心的全能，的确能让他和群星一样无从战胜。群星？不，普罗米修斯，不。至此，这位博士终于后知后觉地意识到了一件事：从一开始，眼前发生的一切就不能被称作重逢。怎样才能向他们形容我的无处不在？怎样才能让他们理解，现实在我手中呈现出了怎样的艺术性？这似乎无从传达，但其实非常简单。如果这是一个存在旁白和解说的故事，那么无论他们看上去多么客观，那都不过是我的观察，我的絮语，仅此而已。而我们的两位智者朋友，也终于能在此时此刻，将自己曾经忽略的一切重新连结在一起。已经准备好了吗？一切就绪，虽然还有最后一步。
确保我身处其中。所以，你知道在出发之前，我为什么要拒绝17号的回答了吧？他给出的那个答案，我心中早有定数。直到此时此刻，才重新感到了动摇。那么，与那个答案相对的，你真正在恐惧的又是什么呢？这很容易就能猜到吧？所以我才说，你的出现或许是件好事呢。它的确存在，而且就是……然而就在下一刻，李行的语言却在刹那间被扭曲为难以分辨的回响。这也是我还没能彻底想通的一件事。那个意志可能并没有自己创造出的机制强大，但曾经的第8律者，也包括青史之律者，他们正是依靠一些4两拨千斤的能力，几乎将人类彻底摧毁。所以，我非常庆幸，如今有意识的律者站在我们这边。更何况，我们所处的世界泡，相比本征世界要小上很多。在一个最恰当的时机，他停了下来，激将的意图显而易见，因为他明白。你就瞧好吧，你说的那种意识，它最好根本不存在，不然被我揪出来的话，那可就太好玩了。在人工智能所接触过的所有人当中，这位女士显然最享受此类的沟通方式。现在，你们应该明白了，她的确周而复始，状若永恒，但与那位自认为能够挑战永恒的博士不同，与那位自认为生来即是永恒的李行不同。以梭这个名字，我凌驾于永恒，成为了现实。那么，何为现实？即使你不愿意接受，它也同样存在。一个具有缺陷的什么？这倒是。虽然不知道你说的缺陷是什么意思，不过看来也该结束了。人之将死，其言也善。那么，普罗米修斯，在最后的时刻，作为人工智能的你，是不是也会有什么了不起的感悟呢？抱歉，完全没有。我并非人类，从底层代码的设定上来说，这并不是我值得特殊对待的时刻，并且我也不认为这就是结局。梅博士说的没错，即使你已经成为永恒，也未必不能被当作敌人。哦，确定洛博士，既然你其实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变更自己的投射点位，那就请立刻出发，去完成我最后的布置吧。你不需要继续在这里浪费时间，也不需要尝试保留我的存在。我只需要你告诉所有人，维持原计划，不要针对现状做出任何改变。结果，你选择了放弃。普罗米修斯，请相信我，也请相信他们，这是大家唯一的圣经。我明白了。再见，普罗米修斯。你所做的一切，能够成为他们的见证者，我深感荣幸。
还真的离开了。你的朋友都这么无趣，不，都这么理性吗？无论情形多么紧迫，他至少也该给你留一刻的悼念时间嘛。感性的生存空间，本就需要理性来争取。对于你来说，这句话恐怕不算秘密，但现在我却不再需要那样做了。所以，可以问你一个问题吗？当然，不过也需要用一个我的问题来交换。米斯特林呢？他的最后一刻是什么样子的？没什么特别啊，死亡总是这样，可怜而又无畏。我不是在询问你的评价，我是想知道他自己的感觉如何。对你来说，这应该同样不是秘密。该怎么形容呢？虽然那不够优雅，但足够高贵。这就足够了，多谢。你不想知道他有没有得到自己的答案吗？我不需要让你来告诉我。哼，作为人工智能，你还真有意思。不过，我倒是很赞成这个意见。所以，现在该轮到我了吧？想知道什么，你可以自己动手，我没有阻止你的能力。如果可以，我早就那么做了。为何我们有资格将群星当作敌人？我确认过了，之后的话语你已无法回忆，但遗忘会催生你自己的回答。那好吧，就当做是助手的入职礼物。17号，为何我们有资格将群星当作敌人？因为在浩瀚的苍穹下，因为在浩瀚的苍穹下，我从不觉得自己卑微。星星们的确巨大无比，但他们不懂得如何思考，也没有感情可言。好好休息吧，普罗米修斯。之后的结果恐怕会让你失望，所以你还是不要见证那一刻了。维塔，刚才的声音是什么东西？可是维塔他明明是为了我们才……不，
只是为了隐藏自己吗？需要我先暂停一下吗？你们的脸色看起来不太好。继续吧，和这没关系。哼，莫名其妙跟着我们不放，我早知道他没什么好心思。好吧，但我还是要再强调一遍，原本我并不准备让你们知情，这可能会干扰到普罗米修斯的布置。不过，既然他也能知晓我全部的心中所想，我们不论怎么做，其实都是在打明牌。如果我努力让你们无法知晓，他也一定会促成相反的结果。留给我们的时间并不多。在此之前，你们已经猜到了普罗米修斯的真正布置了吧？让我们来成为律者？可是现在来看，这应该也只是他的障眼法吧？或许吧，但我不认为他会将最后手段的成功与否寄希望于对方无法看破，而是看破后也无法阻止。敌人借助某种方式，的确在我们所处的世界炮中达到了全知全能，甚至能够知晓我们的思想，但对这种能力加以操纵的意志，并没有超出常人。比方说，假如你坐在一间庞大的监控室当中，有无数屏幕供你观察世界上的一切，有无数按钮可以修改世界上的任何参数。啊，但我们还是要一个一个屏幕的去看，想要修改什么，也得自己去按下那些键。就是这样。可是，他真的需要把事情搞得这么麻烦吗？按照你的说法，他如果想要把我们全都杀光，根本就轻而易举。如果采取最绝望的看法，他或许只是想欣赏我们挣扎到最后一刻的样子，但也许确保我们和世界炮一同消亡，本身就是他最重要的目的。等等，我们？你不是应该……只是做最坏的打算。比如说，如果我只愿自保，那么就只能永远是一块自己无法移动的月岩而已。总之，普罗米修斯的最后手段，恐怕就是在最短的时间里，让所有能够对梭造成威胁的手段同时推进，不寄希望于他无法阻止，而是迫使他来不及阻止。可就算是这样，最后能活下来的人也许一个，也许两个，但总好过完全没有。当然，或许某些全能可以救回其他人，但那都是后话，也不可能挽救此刻已经牺牲的米斯特林和普罗米修斯。总之，时间不等人。也就是说，我们不仅要挑战未知，还要像普罗米修斯一样，承担可能被狙杀的额外风险。对。所以，是否真的要这样做，必须由你们自己决定。而且，你们也可以认为，或许普罗米修斯根本没有什么计划，他的相信，只是他学到的一种盲目。盲目？他曾向我提到过一位故人，那个人的志识远远凌驾于所有同类之上，但在不得不进行选择的时候，他选择了相信后人，而非自身。这似乎扯得太远了。无论如何，这次通讯之后，我也无法再给你们提供任何帮助。依从自己的意愿，做自己力所能及的事情吧。再见。薛定谔博士，Vita，苏，我们是不是早就该想到的？可现实又不是什么常年连载的悬疑小说，半途才登场的不是超能力者就是坏人。我们应该还有机会吧？普罗米修斯，虽然这么说不太好，但等我们解决一切，他
它应该还可以被修好吧。聚集崩坏能的事就交给我吧。你还记得吗？米斯特林那家伙还说过我也算那个什么李行呢。论崩坏能的适应性，我肯定比你强多了吧？可是，别可是了，你知道，这就是成功率最大的解法。对不起，我只是有点担心你会做傻事。傻事？我？因为这件事的确非常危险，而你一直以来都特别关心我，所以我总担心你会在什么时候把我抛下，独自面对那些危险。我不想让事情变成那样。你可别自作多情了。再说了，我们现在明明就是一体，就算我真那么想，也做不到吧？真要说的话，我倒更希望那个维塔有胆子自己找上门来，直接撕了他，才叫一了百了。好了，赶快出发吧，时间或许真不多了。奇怪，怎么了？这个世界炮里的崩坏能怎么现在就这么密集？这是……奇怪，所有的崩坏能好像都天然聚集在了这附近，而且就像是被刻意封存起来了一样。那么这些石碑……普罗米修斯说，世界炮在融合之后会成为能量被传输到某个地方。会不会维塔是故意这样做的，让这个世界在融合之前不会先受到崩坏的侵扰？倒的确有这种可能。哼，那他还真是个大善人呢。不过这到底是圈套还是机遇，试试看就知道了。这是要散开了吗？别想逃！该死，维塔还真比我想象中要强不少。你的意思是，如果一个人能掰弯一块铁，不代表另一个人的力气足够把它掰回去？我们控制不了他，看来还是得分工合作。分工合作？像当初我们一起操控黑渊白花那样吗？你要用自己的全部力量来控制崩坏能？没错，虽然还是未必能成功，但可能性总归要大一些。你应该没有逞强吧？那不至于，再怎么说现在的我也比那时要更有经验。而且这些石碑也没有像黑渊白花那种额外的侵蚀性，你就放心吧。我明白了，我会自己想办法破坏石碑，尽力配合你。接下来就先交给你了，希儿。来了。果然还是希儿更厉害一点。哼，没有的事，如果分工交换一下，你也能做到。好，
结束了。怎么样？缺了最开始失控的那个石碑，会有什么问题吗？不会，即使是这些，也已经超过计划里需要的量级了。接下来就是最后一步，让我回去吧，希儿。怎么了？是有什么值得惊讶的？没有啦。说起来可能有点傻，不过我刚才的确一刻都不敢放松对身体的控制呢。总觉得，如果是你，说不定就会找机会自己去面对危险。有那种必要吗？不用担心了，最起码这次，我会和你一起面对未来。谢谢你，希儿。不过，希儿，在你看来，万一发生什么意外，难道2个人一起去死，要比仍然有1个人幸存更好吗？你一定要我说吗？为什么？活下去难道不重要吗？当然也重要，而且不只是对我们，对 Bronya 姐姐，对大家都很重要。但只是指我们2个人的话，无论是谁先离开，另一个人的感受我们都能想象。如果这是很久以前，我一定不会那么自信。我会觉得也许自己根本没有那么重要，即使我真的消失了，只留下你一个人，你也能慢慢的走出去。你在说什么傻话？如果这是很久以前，现在我不这么想了。我再也不会否定自己，因为我发现你比我自己都要更喜欢我，希儿。如果我否定自己，伤害自己，那就等于是在否定你，伤害你。我可不会那么做，所以你也要一样，好吗？如果你不在了，我感受到的痛苦肯定会超过我对死亡的恐惧。希儿，好了，别说这种丧气话了。反正现在我们不是要一起去死，而是要一起活下去。去解决一切，救回所有人，就像我们做到过的那样。希儿，你果然还像以前那样，是不喜欢伤害别人的类型啊。怎么突然说这个？我们我可是很喜欢伤害别人的，你应该知道才对。怎么回事？我不能控制身体了。等等，希儿，我不要！你果然坐不住了，怎么，只有胆量这么和我说话？人倒是出来啊！别难为我了，这样会轻松些。你们刚才论证过，我的时间也很有限。如果不是因为你现在超越了完整的高塔贤者，在这个世界中的特殊性仅次于我，或许连这些交流都毫无必要。哼。所以，那个话题的答案究竟是什么呢？你刚刚经历了这一切，或许能告诉我吧。那些被拼合在一起的人，有的更看重对方，有的更看重自己。而看重自己的那一边，当然会觉得分开更合理。所以，你觉得自己是更自私的那一个？你正在做的事情看起来可不是这样啊。
那是你眼光有问题。我就是这么一个自私的人，以后也一样。但这一点都不妨碍我找到你，打败你，然后撕开你这张讨厌的嘴。那祝你好运，我是真心的。不过，他的确没注意到，对吗？在控制那些崩坏能的时候，你每次都偷偷截留下一部分，就是为了在这种时候能更顺利地夺走身体。不然呢？你以为就连那一点崩坏能我都把握不住吗？当然不会。不过你比我想象中要聪明不少。原本这是你绝对不可能做到的事。利用沙铁国度和自身的特性，你将身体原本的主人驱逐而出，将其制造成了类似异种圣痕的存在。既然你都知道，还有什么好啰嗦的？难不成拖延时间还对你有利？你就洗干净脖子等着吧。等我找到你，和你好好谈谈之后，我自然会回来带他离开。而就算你失败了，异种圣痕想必也不会受到这场决战的影响。不错，你未必聪明，但的确足够自私，是那种我既喜欢又讨厌的性格呢。好吧，我会在那里等你。毁灭之地，又或者新生之地。不过在那之前，我还是想好心提醒一下不够聪明的你，你正在面对的不是一个敌人，而是一场豪赌。而我其实非常希望能和大家达成双赢。竟然……不，我就是为此而来的，可不能被吓倒。是这样吗？我知道了，谢谢你，薛定谔博士。接下来，你打算怎么办？你问我打算怎么办？那还用说吗？既然普罗米修斯直到最后都没有放弃自己的职责，那我这个被大家指定的起点载体又怎么能半途而废呢？继续把崩坏能向我这里引导吧，博士。我会按照原计划，成为这个世界的新生律者。我明白了，希尔也会以自己的方式进行努力。从结果上来说，这至少能够给我们的敌人多制造一些麻烦。我会如你所说，将自己能够引导的崩坏能继续向你转移。但是，少了普罗米修斯的协助，我们必须付出300%、500%的努力，才有可能达到原先30%、50%的效果。你明白这意味着什么吗？我当然明白了，就算拼尽全力，也只能达到目标的10%，我也会义无反顾地做下去。毕竟，这或许是一名偶像的毕业演出呢，他又怎么能不全力以赴？
上演一出华丽的登场吧！要让我们那位拥有全知力量的狂热粉丝也大吃一惊才行哦。博士，你不说点什么吗？比起6年前的那一次，你现在的模样还是要可爱不少。谢谢，不过下次可别当着尼古拉斯的面这么讲。老实说，我也是第一次将砂糖银药的力量解放到这个程度。据说上次他被超限解放后不久就直接损坏了。唉，要是这次又被我弄坏了，回去以后肯定要被金平堂长老狠狠说一顿了。不过应该也还好，毕竟经过上次的修理之后，砂糖银药被拆分成了许多把，而这只是其中之一了。这么看来，他倒是和轩辕剑颇有类似之处。也是，毕竟支配的全能，倒还真拥有一定的维度特性。这就属于我的知识盲区了。总之，从现在开始，我会利用这把外之剑的力量，加速催生虚数起点，尽力在没有普罗米修斯帮助的情况下，完成我们的计划。接下来就都交给我吧，博士。你可以去帮助希尔他们。怎么啦，博士？还有什么问题吗？绮罗，你的确清楚自己正在做什么吗？那当然了。我知道了。祝你好运，我们的星语者。
是啊，没错，我无法和那些被命运眷顾的天才相提并论，继续死撑下去，也只是在为自己掘墓而已。这些局限，这些弱点，即使我只是在自己的心里悄悄地想一想，也都会被你读得干干净净，对吧，维塔？我再清楚不过了。论天赋，论资质，我向来都不是最顶尖的那一类人。身为偶像，没法尽情歌唱；身为女武神，没能拯救队友；身为休格斯的族人，也阻止不了你。不久之前，我还试着去安慰苏莎娜，但当时说的那些话，不也是说给我自己听的吗？虽然因为天赋，因为经历，因为各种各样的理由，我们无法成为自己所向往的那个样子，但我们也可以无限接近自己向往的模样啊，并且做到一些即使是他们也做不到的事。大概这才是所谓梦想的真相吧。只要坚定地看着前方，一直努力，说不定梦想就会以一种谁也想不到的方式实现了呢。像这样纯粹的思考方式，我自己又何尝不想去相信呢？可是，如果现实这么容易就能被改变，事情就不会发展到这一步了吧？同伴逐个离去，敌人步步逼近，简直就像是回到了当年的那场战斗里一样。那时我没能战斗到最后，其实并非出于自身的意志，但结果上来说，我成为了第二次崩坏的逃兵。但是，即使战斗到最后，又能怎样呢？拼尽全力再挑战一次自己的极限，结果就会有什么不同吗？肯定不会吧。我什么都做不到，塞西利亚大人还是只能牺牲自己。就是这样。所以，在成为逃兵之后，在比安卡告诉我故事的结局之前，我大概已经在内心深处接受了塞西利亚大人的死亡，与之一起死去的，还有我再也无法找回的青春。你可以说，我一直都是一个骗子，不管表面上多么光鲜，表现得多么开朗，那都不过是心灵的一层假面。归根结底，我害怕着我自己，害怕这个笨笨的女孩，有一天也会发现自己内心深处的负疚和迷惘。尽管她早就发现了，但只要能自欺欺人，一切就没有问题。这可能也是我那么执着于成为偶像的原因之一吧。但是还好，还好这一次的对手是拥有全知能力的你。一想到这世界里的一切伪装都会被你看穿，我反倒轻松了不少。如你所见，我就是这样一个胆小鬼，一个逃兵，一个不称职的冒牌偶像。哪怕打肿脸充胖子，哪怕会自作自受，我也不想停下，依然要扮演可靠的前辈直到最后。既然我一直都是个骗子，这也是顺理成章的吧。不过，这可不是什么自暴自弃哦。就算我只能踏入末路，但只要崩坏能再持续聚集，就仍然会催生绿者。当然，那个时候诞生出来的会是什么东西，就不在我的控制范围内了。不过，想必也不在你的控制范围内，对吧？所以，如果错过了演出，到时候你可不要后悔哦。
的确如此。虽然这样附和你有些不近人情，但不管从哪个角度看，始于绮罗那些逞强的话语，都不具备震慑敌人的价值。薛定谔博士，你是在主动找我说话吗？当然。不过，果然你即使全知，也不能立即理解。始于绮罗的计划，当然希望渺茫。作为最终载体的他，崩坏能适应性却不够强大。这意味着，在虚数起点诞生之前，他辛苦聚拢的崩坏能就会先一步失去控制。打个比方来说，就像压力锅在没有煮好食物之前便失去了锅盖，在没有外力帮助的情况下，即使他想先变成死士，再变成律者，现实也不会给他那样的机会。你倒是比我还不留情面啊！所以，我决定加入他的计划。你之前没有疑惑吗？为什么附身在一块月岩上的我，可以像高塔贤者一样，在世界中自由穿梭？你不过是在频繁变更自己的附身对象，与拼上性命的他们不同，你做这些的风险，不过是可能被世界排斥而已。那么，我究竟是怎么帮助始于绮罗引导崩坏能的呢？那只是月岩的基本性质，杯水车薪。可是，如果我真的如此弱小，你又何必劳神费心，和我在这里不断交谈？所以我才这样说，你即使全知，也不能立即理解。世界复杂而混沌，为了预防蝴蝶效应，你必须定时检索每个人的思想，逐一判断他们对你的威胁。而这一点，正是我为你量身定制的罗网。固然，现在我所能推演的，最多只能算是似是而非，好像具有可行性的方案。他们不可能每一个都被付诸实现，也不可能每一个都像看上去那样完整牢靠。但是，你能够因此就放弃对我的探知吗？每一个方案，你都需要观测、推算、验证。即使拥有干涉仪的你，处理信息的效率比我更高，也多少会受到拖累。对我的同伴们来说，这就已经足够。而对我来说，这也不过是和他们一样去燃烧自己，赌上性命。说实话，我有些庆幸，还好这一次的对手是拥有全知能力的你。
对现在的维塔来说，我确实不容忽视，对吧？说到底，对科学而言，所谓催生奇迹，从来都只有一种方式。如果概率低微，那就加大基数；一次实验没有希望，那就实验千百万次。现在，就让我们看看，属于他的奇迹，会不会从你无暇顾及的角落里悄然诞生？对。我说的其实不是一直被你防范着的希尔，而是此刻就在你眼皮底下的石宇绮罗。让我们的演出开始吧！这不可能，石宇绮罗的计划只是有勇无谋，哪怕成功汇聚崩坏能，他也无法逃避死侍化的命运。而死侍化后再觉醒为律者，本就是天方夜谭。薛定谔的行动也不过隔靴搔痒，即使穷尽全部的智识，他能做到的，充其量也就是扰人心神。只要稍加应对，就能一一化解。他们无法制造出律者，我不可能估计错误。但为什么？即使如此，为什么他们还能走到这一步？崩坏能汇聚完毕，开始构建虚数起点。来吧，索，让我们的演出开始吧！果然还是来了吗，维塔？你也想参加我的演唱会吗？热情的观众可真多呀！不过，演出结束之前可不能随意上台呢。别忘了，你还有我。谢谢你，博士。不过，多少能让这场对决更公平一点。撑住，绮罗，虚数起点就快稳定下来了。你就放心吧。偶像可不会在中途放弃演出。做到了。没办法，
到此为止吧。就差一点了呢。说来讽刺，不久前我还认为你们的计划毫无可行性，此刻却要为了避免节外生枝，不得不出手攻击。你真的很出色呢，冒牌偶像。你唯一的不幸，只是拥有全知能力的我，终究要快人一步。不管你会变成绿者、死士还是别的什么东西，虚数起点的雏形都会被扼杀在摇篮里。成功了，欢迎来到我们为你准备的真正舞台。可算抓到你了！开什么玩笑？怎么会有2个我？嘘，别思考，别发问，大脑停止运转。什么乱七八糟的！现在的年轻人真是沉不住气。等着，成了，有了我铸造的意识的铜墙铁壁，那家伙应该探知不到什么了。时之律者，果然是你！哈哈，伟大的时之律者辉歌返日，惊不惊喜，意不意外？所以你没死？哈？仅凭我留在那里的痕迹，就能推测出这么多信息。普罗米修斯倒是的确有2把刷子。没错，和你们的猜测差不多。我被那家伙阴了一手，不但全能受到了约束，形态也无法受自己控制。那么，你见到苏的真面目了吗？他究竟是怎么做到这些的？谁知道？自始至终，苏都没有露面，甚至我怀疑，那根本不是由他亲自动的手。那么，你又为什么？一个冒牌货就想要接管绿者的全部全能？他以为绿者是纸糊的老虎吗？我可没有换东家的打算，当然不会乖乖的任他摆布，找准机会就脱离了他的牵制。哼，我连正牌的中烟都对付过，怕他做什么？他就算是这个世界炮的天，我也非要给天捅个窟窿才行。是啊。哎呀，不过嘛，强龙不压地头蛇，这里毕竟是由梭控制的世界炮，能逼得我断尾求生，也算是他的本事。为了不被他再次控制，我只能把自己在这个世界炮的存在感降到最低，顶多就像现在这样，在意识深处和你们聊聊天。
至于报他的一箭之仇，还是得靠你们。你们现在制定的这计划就不错。抱歉啦，想要突破意识的壁障，总要对你的意识做点什么，一不小心就读了一点你的记忆。没什么，时间紧迫，这样倒是省去了解释的时间。总之，为了与梭对抗，我必须借助梭的体系，成为这个世界的律者。至少，我想我需要这样认为。你想？你需要？哦，妙极了，简直妙不可言！你这病急乱投医的气势，差一点把我都骗过去了。这么好玩的事儿，怎么能少得了我？既然那玩意儿敢暗算我，咱当然要以牙还牙。所以，我们要怎么暗算他？什么暗算？多难听！咱这叫伏击。好吧，那我们要怎么伏击他？这个嘛，这样应该可以。没什么，为了保证计划的顺利进行，接下来还要靠你继续实施普罗米修斯的计划。放心吧，有我10只律者在场，一定能保你顺利成为律者。啊？可那不是疑兵之计吗？只要你不说我不说，那谁能知道？对啊，既然连我们自己都不清楚答案，梭又怎么会知道接下来要发生什么？哎呀，行了，你就当做了个白日梦，自己根本就没见过我。然后等着看好戏吧。毕竟要论操纵意识，咱可是行家中的行家。可喜可贺，我的确被骗到了。这里是你的意识空间吗？风景真不错。躲在10余绮罗的意识深处，在我放松警惕的瞬间现身对我发动攻击，很默契的配合，值得表扬。这还要多亏了绮罗小姐的精湛演技，毕竟最真实的谎言要将自己先骗过才行。只有化身律者成为他最强烈的意愿，他才能完全隐藏我的存在，使我得以在最后的时刻向你发动反击。不过，即便你能隐隐感觉到异常，那也没法察觉。绮罗小姐根本没有向这个方向思考。比起直觉，当然还是读心的结果比较可信，不是吗？无法反驳。看来，哪怕拥有了高级权限，也不能太得意忘形。我还是不够谦虚啊。不过，就算把我困在这里，你们又能够做到什么呢？融合依然在继续，意识空间之外的世界没有任何变化，一味地躲藏在自己的心灵世界中，可什么都改变不了哦。世界没有变化，那可说不准。只要能把你这罪魁祸首给按住，其他人当然有大把的机会实现普罗米修斯的计划。原来如此，除了拖延时间，你也不知道自己能做到什么。哈，你今天是喝了几壶啊？就这么瞧不上正派的律者？来呀，我们堂堂正正的打一场，我还真想看看同为意识的操控者，到底是谁更胜一筹。明明以他人的意识作为食粮，却说什么堂堂正正。你们的那个世界还真是奇妙呢。说句真心话吧，如果不是任务缠身，我还想和你们一起再度过许多和平的时光。啊，可惜，人生在世，总会有一些身不由己的事情要做。从这一点来说，把我和之前那个维塔当成完全不同的人，对你们来说会比较好吧？喂，有本事你亲自来和我过几招啊！既然这里是你的意识空间，那么是否由我亲自动手，又有什么关系呢？哼，胆小鬼！哎呀，真是一场苦战。可惜，对现实来说，刚才究竟被拖过了几秒钟呢？这样的战术，
未免有些愚蠢吧？少废话，你等着瞧吧！你说爆了！太虚之握！啊！他自己杀死了这些东西，怎么打算临阵脱逃？是啊，真不愧是传说中的十之律者，你的攻势实在太猛烈了，我确实不敌，也只好投降了。咋？你当我傻？你现在的样子和不敌有一丝关系吗？啊，看来这个玩笑不是很有趣呢。正如你说的那样，早已被缩束缚的你，其实根本不是我的对手。当然，我也知道，比起一击必杀的威力，你反而在耐力上远超常人。此刻你或许在想，无法取胜又有什么关系？只要能无休无止的消耗下去，其他人总会在外面做到点什么。如果你愿意坐下来喝茶，那我也乐意。虽说自上次告别以来，我一直都在公事公办，但我也真的很想让你如愿，为你们再留下一些机会。可惜，时间已经来不及了。什么？你……这是他还是把我留在了这里吗？无论如何，他还是决定要自己面对。我是不是有些太强人所难了？如果我是他，恐怕也会这样做吧。希儿，你还在这里吗？奇怪，声音不是从附近传来的，可是外面，这到底是……这到底是哪儿？好黑，好冷。希儿，等等我。可是，我们为什么非得这样不可？他到底是谁？是我，是希儿。是啊，就算我们是一直在一起，但他还有自己的世界，自己的生活。我从来，以后也不会是最重要的那一个。不是那样的。是啊，我只需要做自己想做的事，我根本不用在乎他怎么想。我本来就不在乎，在乎也没有用。是啊，我知道，我都知道，我比你厉害多了，我什么都懂。
是啊，在自由这一方面，我们受到的对待一点都不公平。所以我才说，如果我是你，恐怕也会。这怎么会？我们失败了吗？还是没来得及吗？没关系，不需要哭，我会一直陪着你的。我其实一直都明白，我只是以为你根本不想提起。别担心，我们还会有机会的。那个长大了的你，还是很像一个孩子。没有我的话，还是会感到很孤单。无论发生了什么，他一定会把我们再找回去。没关系的。希儿，等着我，或者忘记我。该动身了，不管那个女人有什么目的，她都得付出代价。哼，说到底，我们才应该是这个世界炮的主宰。虽然希尔不在场，但这里的确有完整的高塔贤者。希尔，如果许愿真的有用，那就让我向你祈祷吧，让我获得的全能足以解决所有的事。创造虚数起点，成为律者，然后跨越赝品的终焉。哼，小菜一碟。哼，来吧。怎么可能？我明明控制住这些能量了。不，他们不是在流散，是在消失。可融合还没有完成才对。是你。
是时候了。抱歉，我不得不这样去做。可惜，在这场豪赌中，我没能看到自己想要的结果。我们彼此都不够走运啊。倘若未能金缩之手，没人能够求得新生。升起吧，世界的第一次日出！我曾经听人这样形容幸存时的轻松感：地狱血流成河，而他不必在场。但出于过去的经历，我无法认同这种说法。在我看来，那不应该被用来形容轻松感，而是应该用来形容某种强烈的痛苦。啊？为什么我会回到……恢复正常了？有其他人成功了吗？准确来说，既不是成功，也不是恢复，而是结束与新生呢。是你，很好，很好，你终于敢出现在我面前了，是吗？果然好凶啊！可是，我只不过是因为知道一个人在空荡荡的世界醒来是什么滋味，想来安慰你而已。哼，好啊，那也让我来安慰安慰你吧。很好用，对吧？我觉得还是不要再试了吧。和我比起来，你的时间可要宝贵得多哦。你这家伙，这究竟是怎么回事？啊？我不是说过了吗？结束与新生，融合已经结束了。胡扯！世界明明……你好像明白了呢。没错，岩雪圣城和沙铁国度，乃至凋零之星，它们跟核反应堆不同，从来就不是什么一次性的能量来源。因为种植远比猎杀更有持续性，对吧？你，等等，那我为什么还在这里？哦，是我之前忘记提醒你了。理型或者异种圣痕，它们作为一种规格殊异的意外，的确能够在融合中幸存，但有一个前提条件：对这个世界来说，此人必须是完整的高塔贤者，占有全部的特殊全能。哼，又在胡说八！你的意思是希尔他……所以我才说你的时间很宝贵嘛。不过我想，作为外来物，它会比其他事物消失得慢一些吧。你……好啦好啦，你凶我也没有用啊，我只是公事公办。而你也要抓紧时间喽。你给我等着！希儿，不，让我死掉也不要紧，我只是想让你能活下去。
可我这样做反而害了你。不。希儿，等着我，希儿，我不会让你消失的。可是，希儿，等等，希儿是谁？不光是存在，难道连记忆都有可能消失？是精神方面的能力吗？不可能，你别想得逞！喂，你们去哪里了？别开玩笑了！石之律者，石头博士，十一绮罗，希儿，快回答我，你们到哪里去了？希儿已经不在了。除了你之外，这个世界上已经没有第二个希儿了。你胡说些什么？但是你也不用感到寂寞哦，我来给你讲个故事吧。滚开！胡说八道，我才不相信。他们一定还在某个地方。啊，那是石之律者。看来你是真的很想再打一架。咱俩没准还真能聊得来。怎么样？趁现在交个朋友吧。喂，快来帮我！你去哪里了？你是和我一起旅行的人的名字，为什么想不起来？你还是听听我的故事吧。很久很久以前，有一位人鱼王国的公主。你走开！这是……所以，我每一次死去的时候，都会看到你出现吗？是不是太没有新意了？看起来你去了很远的地方。找到答案了吗，沙尼亚特？谢谢。不过，你这样反倒让我感到更抱歉了。虽然我成功来到了这里，但对抗神的经验，我的确有些欠缺。没关系，我恰好有一些。等等，你说要送给我的名字，该不会就是……崩坏意志。恕难从命，而且此刻恐怕我也难以做到。事情似乎要比想象中更麻烦。我只能让缩无法影响到律者的性质，把获得哪一种全能的选择权还给人类自己，或者说他们的适应性。没关系，这就足够了。你们在说什么？你们是什么人？
才的人究竟是严雪圣城？对，如果他们不在这里，一定是去了严雪圣城。希儿，很久很久以前，有一位人鱼王国的公主。一天，人鱼公主浮上海面，遇见了一位出海航行的王子，他们很快便坠入了爱河。为了和王子朝夕相处，人鱼公主求助于一位巫师，巫师给了她双脚，让她能和王子一样在陆地上生活。但是巫师的魔法同时也是诅咒，她将再也不能变回人鱼，否则就会如朝露般在下一轮日出后消失无踪。对，就像这样。不，天有不测风云。一天，喜爱航海的王子遭遇了可怕的风暴。走开，闭嘴！希儿，那是希儿。无论发生了什么，他一定会把我们再找回去。啊，你在说什么？没关系的。等一下！为了拯救落水的王子，人鱼公主还是选择了回归大海，再次变回了人鱼。王子得救了，但人鱼公主没能再踏上陆地。风平浪静之后，她化为了一卷泡沫，消失在了海风之中，从此再也无人记起。怎么样？你喜欢这个故事吗？我要找到他。可你要找的人是谁呢？其实你一直都知道，你只是不想承认，你已经是一个人了。我必须想起来。希儿，不要留下我一个人。你又被他们欺负了。真没出息！要是我，一定狠狠地教训他们一顿。你怎么哭了？对不起。好了，别哭了，我会帮你的。我帮你教训他们总行了吧？不是这样，只要我们永远在一起就好。真拿你没办法。
这是噩梦吗？与他有关的一切，明明就在嘴边。对不起，希儿。我刚刚说了，希儿。希儿，希儿。希儿，是的，那个胆小的你，那个爱抠鼻子的你，那个已经比我坚强得多的你，那个我绝不会忘记的你，希儿。Casting straight around the dark in the world I stays. The nights you stand in way after the sun. I fly away. Dreams to the moon and back. A wall will turn into a butterfly. Before the gun I'm taking the light. After the light turns into a good sea. I'm inside and we'll be fine. 我找到我了，希儿。竟然还拥有创生的全能，这还真是足够令人惊喜呢。不过，诸位少女啊，倘若未能经我之手，没人能够求得新生。
重力模拟系统运作正常，悬浮线圈产生的磁场误差小于0.3%。检测结束，即将关闭重力模拟装置。唉，看来又是没有发生实验事故的一天呢。所长，这是好事，请不要用这种感到遗憾的口吻。但是好无聊啊，这种定期检测真的有必要一直做下去吗？这都是为了确保所长和您的各位同僚有一个安全、高效的工作环境。接下来要检查空气循环系统了。哦，稍等一下，我这就把衣服全脱光。所长，请规范您的言行。啊，我可是在认真配合你的检查啊！万一空气循环系统里面进了宇宙尘，总得知道它对皮肤有没有影响吧？不需要，请不要小看我们的检测系统。切，真没意思。请坐好，检查耽误不了您多少时间。人造殖民卫星暨科研观察所绿洲，今日所有常规检测均已完成，一切正常，所长。好耶，终于可以开始一天的工作啦！所长，请拿出干劲来。您这个样子，下属的职员们也会丧失32%左右的动力。这数据绝对是你随口说的吧？总之，还请您发挥模范带头作用。毕竟我们绿洲可是背负着这颗星球的命运，就算过程再怎么艰难，也绝不能失败，不是吗？哼，你说的没错。好，今天也要打起精神来干活。管理员，带上我的特调精灵饮料。请放心，都已经准备好了。那就出发吧。先降到居住区，看看我的好同事们有没有在认真工作吧。没问题，99%的研究员都比所长您勤奋且自觉。今天这里也是一片欣欣向荣的景致呢。管理员，离我们最近的是哪位研究员的家？是诺顿博士。那么，我们就先去拜访下诺顿博士吧。哎呀，看来又有人没看管好自己的宠物。果然不应该轻易允许大家把小动物带到职场来呢。没办法，丑脸，让这些小淘气安静下来吧。已确认所有深渊兽被清除。干得不错，丑脸，我们快去找诺顿吧。嗨，诺顿，今天感觉怎么样？诺顿博士的语言模块似乎出现了问题，请稍等。星星被撕裂，好多的。
早上好，所长。语言模块修复完毕。早上好，诺顿博士。哎呀，我亲爱的诺顿，就算再忙再累，你也得照顾好自己啊。你看，要不是我们刚好路过，你可能几天都没法和人好好说话了。是的，非常感谢你，所长。不过，既然你这么勤于工作，一定取得了相当可观的进展吧？是的，所长。请看，所长。我顺着他指引的方向看去，只见地上赫然是一个凸起的皮肤质的巢穴。它们是我们的故乡，行星福楼沙上非常常见的微型昆虫。你想让我看什么呢，诺顿？他们……诺顿博士似乎是指这些皮肤质。没错，请看，请看。说着，诺顿这家伙从他恶心的机械身体里扯出一根冷却管，像是小孩玩水枪一样，将一些冷凝液注入了皮肤质巢穴的洞口。请看，请看！我便顺着这白痴的愿望仔细看去，被冷凝液冷不防淹没了家门的皮肤质们如遭天灾，毫无悬念地乱成一团。他们有的仓皇逃离着灭世的洪水，却又不愿意放弃同伴和家园，便在洞口团团打转。没来得及逃开的虫子，则已经变成了浮尸，随着水流滑稽地旋转着，渐渐汇去，拥堵在洞口，隔绝了同胞的生路。哎呀，我亲爱的诺顿，你可把他们都害死了。还没有，还没有，看呐！确实如这个蠢货所言，皮肤质们虽然大祸临头，但毕竟数量众多。不一会儿，冷凝液侵入土地，尚未遭殃的虫子们便又从洞口涌了出来。真是一种勇敢的生物，他们还没有舍弃希望，他们仍在。一无是处的混蛋诺顿大笑着再次举起了冷却管，洪水再一次倾泻而下。很好，诺顿博士，看得出来你在进行一些非常有意思的研究，之后也要多加努力，我就不打扰你啦。请看，请看！有没有人能让这堆垃圾闭嘴？我们接下来该造访哪位天才？泰勒博士的研究所就在附近。啊，泰勒博士，我的左膀右臂，我已经迫不及待了，出发！请看，我们是行星福楼沙的皮肤质。哟，我最最看好的未来之星，今天状态如何，泰勒？你好呀，所长。呀，你看起来气色不错嘛，至少比可怜的诺顿要强。我猜老诺顿又在拿冷凝液浇虫子了，对吧？不是我说，所长，智慧正在逐日离我们的老朋友远去，你可能确实要找个医生给他看看了。我再观察观察吧。哎，先不说他了，你的研究进行的怎么样了？简直不能再顺利了。
其实不瞒您说，我可能已经找到了能拯救我们的故乡星星福楼沙的方法。该找个医生看看的应该是你，渣子。哦，是吗？那可真是了不起的突破呀！能给我展示一下你这个划时代的理论吗？当然，不过比起口头叙说，还是让您亲自见证一下更加直观。对了，请您站到那个地方去吧。对，就是这里，完美。所长，请尝试着消灭这只低级深渊兽。不愧是所长，轻而易举。那么，如果是这样呢？这样又如何呢？啊，很遗憾，您猜错了。哈哈哈哈。唉，真遗憾。不过我好像明白你的意思啦，亲爱的泰勒。没错，所长。一只深渊兽，您很快就能将其消灭。但是如果有3只、100只、1000万只，有无数的深渊兽在你眼前，您还能精准地定位到那一只吗？你说的没错，我的朋友，你确实比老诺顿聪明多了。你的脑中住着魔鬼，我才华横溢的人渣。1000万只、1万只，填满整个银河，让深渊再也无法遮蔽福楼沙。所长，小心！泰勒博士似乎对生态模拟系统做了些手脚。这个数量，光靠筹联可有些吃力啊。没办法，只能使用些特殊手段啦。星星，看来你的研究还是伴随着较大的风险性啊，泰勒博士。星星都消失了。是啊，你也快给我消失吧。所长，看来泰勒博士需要休息了。我之后会加强对他的监管，防止他再获取超出必要的权限。接下来距离最近的是……不用，我们直接去马拉那里吧。了解，重新设立目标地点。一切都变得太无聊了。前方就是马拉副所长的家了。知道，这么小的一片地方，我早就摸透了。嗨，我的左膀右臂兼研究所的未来之星，今天感觉怎么样，马拉？你也不至于不理我吧？神态慵懒的猫儿用水晶球般的眼睛睨了我一眼，开口说话。这些溢美之词，你还是留给泰勒他们吧。哎呀，被你听到了。副所长拥有仅次于您的权限，这当然也包括了生态模拟系统内的监视器和收音设备。真是好心啊！就算我已经变成了这副鬼模样，你们却还是愿意承认我原来的职称和待遇吗？瞧你说的，马拉，
你可是我最信赖的人，无论你变成什么样子，对我来说，你都还是那个你。你这轻浮的样子，还是一如既往让我感到恶心。哼，你也不用发这么大脾气吧？你到底有什么事？想让我陪你演这场无聊又怪诞的情景剧吗？还是说你想让我翻身露出肚皮，像一只真正的猫那样喵喵叫着等待抚摸？至少你还活着，至少绿洲依然存在于弗罗莎的大地上方。是啊，在一个虚幻的生态模拟系统里套着这些可笑的皮囊，你不会觉得我们应该对你感恩戴德吧？别用那个名字叫我，那个名字。你不会以为把我们的意识数据复制下来，再上传到这个数字牢笼里面，一切都会变得和以前一样吧？就算是复制品，我们也曾是这个星球上，甚至可能是整个系统里最伟大的科学家。我们不是动物园里的猴子，也不需要你这无视伦理的临终关怀。怎么？我戳到你的痛处了？或许你内心还残存着的一丝人性，终于让你感到愧疚了。我和你都还是人，马拉。我的看法恐怕截然相反，你和我都已经不再是人了。为什么要对我如此尖刻？你们所有人都知道，那不是我的选择。为什么所有的重担都要压在我一个人身上？凡人之躯，怎能背负星辰之重？我受够了。既然你如此厌恶现在的生命，不如我让你立刻获得解脱。求之不得。管理员，了解。认证识别完成，已通过所长专属权限解放并锁定编号0002，代号马拉的数字意识存储单元。最终确认开始。是否确定要删除该存储单元内的数据？等一下。你不是不喜欢我为你准备的无视伦理的临终关怀吗？我……果然，要了解一个人的内心，比起听他在说些什么，还是看他在做些什么更加准确啊。即使是这种非人的生命，对于天生被求生的本能和意志所诅咒的我们来说，也是难以立刻割舍的呀。那么，你要收回自己刚刚的话，并且向我道歉吗，马拉同学？你……哎呀，如果我是你的话，可不会在这个当口意气用事哦。还是说，你以为我不敢再一次按下按钮？得了吧，我可不会央求于你。你以为一直以来，我真的是在这里晒太阳吗？警报！检测到生态模拟系统的管理权限被暴力篡改，出现由未知数据构建出的非法路径，请注意系统内即将发生的物理变化。哼，该说不愧是马拉吗？报告所长，因为马拉副所长擅自篡改了数据，生态模拟系统进入了自主防卫模式，常规的登出、解除手段都受到了限制。马拉那家伙干得还真彻底啊！那么这扇门是非法路径通道，推测马拉博士就是从这里逃脱的。那好吧，我们也走这条通道，
不就能捉住他了吗？可是，这很有可能是马拉博士设下的陷阱。我建议还是，所长，别怕别怕，在我自己设计的系统里，可没什么能伤到我。这里是人造殖民卫星暨科研观察所，绿洲，既是你的口头禅，也是我们大约20分钟前在现实里所在的地方。当然，你此刻看到的只是模拟出来的景象。不过，这一块的设备还是后3次迭代之前的式样，所以从时间上来说，这里模拟的至少是20年前的观察所。是随机生成的场景吗？还是说，是马拉副所长有意为之？谁知道呢？走吧，管理员，咱们就陪马拉博士玩玩这场最后的捉迷藏吧。帮我定位他的位置，一旦发现他，随时做好消除他意识数据的准备。了解。我的好马拉，果然还准备了一些惊喜呢。注意，所长，前方发现马拉副所长的反应。这么快就游戏结束了吗？我的朋友。所长，等一下，有未知的数据。这还真是奇迹般的发现。我说所长大人，能请你多使用一些严谨的科学语言吗？我们现在讨论的事情可是事关福楼沙的未来。马拉博士，虽然你嘴上这么说，但你的嘴角可是忍不住的在向上翘哦。谁能不开心？谁能不兴奋？每个为科学而献身的福楼沙人，都会为这个发现而雀跃。我们终于有了和深渊对抗的手段。诺顿博士，怎么连你也一样？我们不是要和深渊对抗，而是要永久性的脱离它的影响。马拉博士还是太严谨了。有了海中近乎无穷无尽的能源，我们完全可以做到任何事情。是啊，人类一定能战胜深渊。都看看吧，这是第26区传来的第一手影像。这难道是孽星级深渊兽？不，甚至可能是更为高位的种类，是我们还不曾面对过的。可恶！明明我们已经拥有了半永久性的能源，为什么还是无法抵御深渊的蹂躏？每当我们的技术取得突破，深渊就会派来更加强大的使徒，循环往复，无休无止。所长，我们不能束手待毙。没错，既然深渊无休无止，那我们也不会止步不前。诺顿博士，我需要你的灵石系统，请立即开始将其实用化的准备。你是想？单靠研究所用诱导从海中攫取能量的做法，已经跟不上深渊的膨胀速度。我们需要接入大家，接入这个星球上所有生命的思想、运算，并干涉出人类的未来。没错，就像我们之前探讨过的那样，用一切生命的祈愿来拯救我们自己的家园吧。
对不起，马拉、诺顿他们。你不用再说了，马拉，你已经不再是所长了，我要接管这里，并且立刻终止灵石系统的运行。那已经不可能了。深渊已经接管了灵石的主控系统，是我们太天真了，没想到深渊居然能够发现并侵入我们的数字空间。如果能针对性的做出准备，我们……算了，假设这种事情并没有意义。到头来，我们甚至没有向深渊投降的资本。诺顿大概怎么也不会想到，自己在有生之年见到的第一个理想的数字生命，居然会是我们的死敌。这真是太好笑了。这种情况下你还笑得出来？那你说还能怎么办？你倒是说说看。能做的我全都做了，用尽了我们全部的资源、全部的心血、全部的智慧。可我们所有的一切，整个文明的勇气和智慧，在深渊面前依然不堪一击。告诉我，马拉，我们怎么样才能在深渊面前活下去？只要你能告诉我，我愿意不惜任何代价。那我就告诉你吧，我们放弃福楼沙，去宇宙中寻找新的家园。不行！如果我们逃走了，我们所有的努力、付出的牺牲，都将随着行星上仅存的人们一同灰飞烟灭。但是有人会活下来，而你也只是在问我这个。不对，我们还没有输给深渊。只要将灵石系统的功率限制完全解除，那么就算是深渊衍生出的数字生命体，也同样无法逃脱。可是那样一来，受到那种量级的诱导，海究竟会涌现出何等的力量，我们根本驾驭不了。对，就是因为这个，海是深渊唯一不可能驾驭的东西。你疯了！你要拿整个星球的命运去赌博？怎么？这不是很棒吗？你不觉得人类已经下注太多了吗？对马拉副所长的定位追踪已经完成，路径即将打开。好啦，那我们打起精神，去逮捕马拉小姐吧。所长，为了避免马拉副所长再次用相同的手段脱逃，我将暂停生态模拟系统，请问是否许可？又可以看到这颗该死的星球真正的样子了。暂停系统，许可。了解。生态模拟系统休眠，虚拟布景解除。哟，马拉，捉迷藏已经结束了吗？告诉我，那天，当你意识到自己是这个星球上唯一一个活下来的人时，你在想些什么？那已经是很多年前的事情了。我想想啊，我醒过来之后，跑遍了所有我能到达的地方：研究所、避难所、
城市废墟，死寂的原野。我花了很长时间，却再也没有见过一个活人，一个活物。最后，我一路狂奔到你现在站的地方，大哭大笑了，我也记不得有多久。最终，我又跑回研究所，对着灵石系统傻傻的发呆。你和其他人，所有有备份的人类意识，奇妙的没有消失。而更奇妙的是，深渊的影响竟然真的消失了，无影无踪。再后面的事，你应该能想象吧？确认不再被深渊威胁之后，你完善了生态模拟系统，将这些备份意识上传其中。没错，这本来也是我们的备用方案之一，对吧？你看，即使差一点精神崩溃，我还是好好完成了自己的使命呢。我可看不出你和精神崩溃这几个字有什么关系。时间会淡化一切。这句话虽然有些俗套，但是真正体会过的人才愈发明白这是至理名言。对现在的我来说，过去的一切都只像一个噩梦，醒来之后心有余悸，却谈不上撕心裂肺。连福楼沙的自传都改了方向，你倒还是一点没变。你是指精神层面的我，还是物理层面的我？你觉得呢？在这颗死亡星球的表面，可没有一丝一毫的氧气。那就是物理层面咯。的确，海啸之后，我的年岁还在增长，我的外貌却不再改变，而且我还拥有了新的力量。亲爱的马拉，你难道不好奇吗？为什么深渊可以支配庞大的能量？为什么一个形单影只的科学家，在几乎所有硬件设施和大部分的资料信息都被摧毁的情况下，能修复、建造出眼前这一切呢？深渊并不神秘，它只是太复杂了，仅此而已。得益于灵石的全功率运行，在海啸的那一刻，还回应了我的祈愿。这样说好像太过自我中心了。毕竟与深渊不同，海并不会真的回应谁，我只不过是个无比倒霉的幸运儿而已。但马拉，我们兑现了自己的承诺，即便付出了近乎一切的代价，人类还是战胜了深渊。你看，海啸已经过去了这么多年，而深渊从未回来。这究竟算什么狩猎？我们都死了，就你活了下来，凭什么？你要听实话？凭我比较幸运。你让我说实话吗？也许，如果当初我们选择逃离，活下来的人就会是你。但那样一来，如今的你，这个数字生命，恐怕就什么都不是了吧？看，你自己也是一个幸运儿呢。来吧，好好的跟我回去。你还是能过上像之前那样晒太阳的日子。我们都只是无比倒霉的幸运儿而已。毕竟，在最终构筑完成之前，灵石里还有的是边角料可以当你的载体。如果当腻了猫咪，当一只皮肤质不是也很好吗？放心，只要你不逃跑，我就不会删除你的数据。
你还记得吗？我的本行可是医生呢。医生当然不会杀死自己的病人，对吧？管理员，我在。您醒来了，所长。这次的冥想持续了多长时间啊？大约15年。算是小憩了一下吧。最终构筑完成了吗？那当然。要到起航的时刻了。不过在此之前，研究所现在是什么情况？在您冥想的期间，总共出现过217次深渊兽入侵的紧急事态，不过全都被您留下的保险化解了。不错，看来我的清扫专员还是很称职的嘛。毕竟是搭载了副所长0002号数字意识残存的神经网络，这些防卫单元无论是计算能力还是武器的运用能力都有了极大的提升。你看，即使是平常不好相处的马拉，也还是有他的优点嘛。哎呦，我都有些怀念他了。那么，就让我们赶紧出发去机库吧。要加油哦，丑脸0002。我们到了。这就是心怀希望的感觉吗？这将是福楼沙的，我的未来。在深渊归来之前，我将潜入深海，去创造真正的文明。毕竟，想要超越永恒，你必须拥有永恒。最终构筑的结晶，跃迁装置，渡星者。你将承载着我，承载着一切。星往海的深处，星的彼岸。那时，我将抛开所有的枷锁，获得绝对的自由，无限的可能。太阳系的第二行星，它的火种不会消失，它将在深空的某处再次发芽，并以我为根，在星与海的千界中屹立不倒，直抵深渊。原来这就是我们的律者。看来，经过漫长岁月的积淀，
我们早已不逊色于深渊，或者用你们的说法，中焉之简。我很好奇，如同你一样的存在，在你们的星球上曾经有过许多吗，希儿？因为你们的确就有一个伙伴叫做时之律者嘛。维塔，希儿，不用理会他。不过，就算我们不说，他也能通过读心获取我们的想法吧？这倒是让我无法回应你的期待了。你通过我们制定的规则，从我们的身上创造出了全能。我甚至对这份力量一无所知，当然也无法对你进行读心了。维塔，你果然是个爱撒谎的人呢。哦，即使是时之律者，也无法完全逃脱你对他心灵的窥视，而我从你的规则中诞生于此的律者，又怎么可能例外呢？也就是说，你无法窥探我，其实另有原因，很有可能就是你刚刚犯下的恶行。希儿，你是说，薛定谔博士曾说过，不论规则如何，制造足以毁灭世界的炸弹都需要莫大的能量，而你，维塔，不，应该称呼你为梭才对。不久之前，你起爆了这枚埋藏于世界规则之下的炸弹，不，应该说雷管，对吧？经过这次的死而复生，你好像变得更加敏锐了呢。的确，那件事消耗了我之前的力量。那么，你们是准备对这样的我做点什么吗？那还用问吗？梭，你就是让这个世界炮面临消亡的元凶。这又是没办法的事。因为你，绮罗前辈他们，还有2个世界的人们，全都失去了宝贵的生命。看上去是这样的。维塔，我们曾经把你当成朋友和伙伴。我也是啊，和你们相处的时光确实令人愉快。闭嘴！你究竟还想骗谁？精灵小姐们，我没有说谎。当然，这既不妨碍我取人性命，也不妨碍你们来向我复仇。不，对我们来说，更重要的事并不是复仇。我们要在这里阻止你，阻止你继续在量子之海制造更多的惨剧。只有这样做，才能不让大家的牺牲白费。哦，不愧是我们的好邻居，第3行星的人类。看上去你已经知晓了梭真正的愿景。这并不复杂，你通过给量子之海中的世界炮植入特定的规则，促使世界炮从量子之海中吸收能量，发生膨胀，并最终走向毁灭。而在毁灭的一刻，那些世界炮经过漫长岁月从量子之海中积攒的能量，就统统汇聚到梭的所在之处，也就是你的身上。对于岩雪圣城，规则本身的表现最直观的，恐怕就是沙铁国度本身，就像凋零之星的矿石一样，不合常理，却又确实存在。另一方面，既然你看上去从未见过像我这样由你而生的律者，你对中焉之剑的模仿成果，恐怕全部都投入了这种通过规则来汇聚能量的行为上了吧？没错，你和中焉之剑真正相似的地方在于，你想在量子之海中，或者至少是你统治的空间中，创造基于规则的世界秩序。你就是这样的一个恶神，而刚刚进世结束的现在，看来也正是你最为虚弱的时候。你笑什么？
啊，没什么，我只是没有想到，你们居然仅仅通过猜测就能得出这么多关于梭的结论，而且大体正确，错的不多。看来你远比我想象中还要不可小觑啊，希儿。他可没那么厉害。希儿当然是全世界最厉害的人，但他不需要你这样的吹捧。我们能揭开你虚伪的假面，那是靠着所有人的倾尽全力。希儿、苏莎娜、石宇绮罗、普罗米修斯、薛定谔，甚至那个女人和某个孩子气的绿者，凭借着我们所有人的力量，付出了巨大的牺牲，才终于把你揪了出来。你甚至除去了希儿的记忆，但他还是找到了我，让我能够站在这里。而现在，是时候了结这一切的恩怨了。啊，这就是绿者的气势吗？真不错。别废话了，我们这就送你上路。希儿，等一下。希儿，你听我说。你是说真的吗？相信我，希儿，这种机会或许不会有第二次，但你一个人没关系吗？交给我吧，你刚才不也是凭自己就做到了吗？我知道了。啊，你们在说什么悄悄话呢？姐姐我都不禁有些羡慕了呢。希儿，帮我狠狠地揍他一顿，最好把那张讨厌的脸给我撕烂。我知道了，一会儿见，希儿。哎，他这是要去哪里啊？那就不是你应该担心的事情了，梭。这是你和我的战斗。不过在此之前，我还是想最后问你一句。打住！我既不打算放弃这个世界炮，今后也不会停止攫取海的力量。这就是梭的存在方式，盘根求结，永远不会停止生长，永远屹立不倒。那就开始吧，梭。开始吧，希儿。不过，看在我们之前一起冒险的份上，我想事先提醒一下，即使是不完全姿态的我，恐怕也足以杀掉绿者。这是……那么，游戏开始。这里是……梭创造的幻觉吗？维塔，啊！那也是梭的伎俩吗？得想办法离开这里。又出现了。注意，要提高难度了。
上方。必须赶紧向上。快要到尽头了，啊！无路可走吗？哎呀，你可要快些想办法喽！果然难不倒你呀，希儿。那就来试试抓住我吧。维塔，抓住你了！你的游戏结束了吗，维塔？怎么可能？现在才刚刚开始呢。生命怎么啦？这就是绿者的权利吗？来吧！没用的，希儿，你终究无法打破规则的藩篱。不，我的全能已经对他产生了消磨，只要继续进攻下去。求解！来吧，还差一点哦。停。这就是你从海中获得的全能。不过，这里可是属于我的领域，规则将回应我的一切愿望。再见了，绿者。来吧，雨级甘霖！我好像有些太小看你了。那我们继续吧。这次我会认真一点哦。再次求解，来吧，雨级甘霖！啊！生命的之腕，在此求解。绿者，原来如此。海中亦能盛开如此强韧的花朵吗？那么，我也以牙之名，献上相应的礼仪吧。索，我不会让你的规则再束缚这里的生命。你变得相当自信了，绿者。但是，你如此肯定自己能看清规则的真貌吗？
到萌芽之处，天地亦为之倒转。这便是缩的意志，跃动不息。去吧！魂灵的分流。魂灵的分流，跃动不息。这两个小家伙也是你全能的显现吗？但现在他们属于我了。全知的羽翼将遮蔽天阙。弗罗拉，天哪！我得找回他们的力量。跃动不息，力量回来了。跃动不息。缩的能量正在汇聚，要小心。天哪！去吧，血揽荆棘。盛开吧，弗罗拉！来吧，陨击甘霖！魂灵的分流，跃动不息。天哪！血揽荆棘。生命的之腕，魂灵的分流，跃动不息。天哪！到此为止了，维塔。这个世界已经不再是你的掌中玩物，是时候把它奉还给此处的生灵。失败，不能允许。站起来，站起来，杀掉眼前的绿者，杀掉绿者，权限深浅。还要继续吗，维塔？现在，你应该也体会了我的全能。如果你不肯放弃，我会一直跟你对峙下去。确实，你的这份力量诞生于双生世界炮的特殊环境，显现出了两种截然相反的特质。不，与其说是与这些有关，倒不如说
是你的个人经历使然。创生与凋零，对你来说还真是恰如其分的能力呢。如果可以的话，我不想对任何人施予第二种全能。原来如此，那时他选择一个人和我对峙，是因为……难怪他的态度发生了微妙的变化。哼，即使获得了这般超越凡人的力量，你却还是对所有人都这么温柔呢。杀掉绿者。Vita， 不可失败。好吧，那么我也只能继续应战了。索，杀掉绿者。杀了他！啊，你可真吵呀！啊！删除。终于清静了呢。Vita， 别担心，希儿，我们已经不用再战斗了。因为我根本就不是什么索，我还是那个最爱你们的 Vita。你说你不是索，这究竟是什么意思？哈哈，你的表情真有意思。之前那种严肃的样子，只是你为了在那个希儿面前表现得更加坚强，故意摆出的架子吧？现在的神情才是那个可爱的希儿嘛。啊，不过刚刚那种凶巴巴的样子也别样可爱哦。如果你是故意想让我放松警惕……哎呀，等一下，你别生气，我这不是正要跟你好好解释吗？我们之间又没有什么深仇大恨，给一个解释的机会不过分吧？你怎么可以这么说？我的同伴，还有2个世界的生灵，你明明……哦，他们呀。反正你已经知道将他们带回来的方法了，不是吗？看来我猜对了，另一位希尔就是去帮你做相应的准备了吧？我承认你有手下留情 ，Vita。如果不是这样，我也没有机会利用自己的绿者全能，想办法将那些被你抹除了存在的生灵带回世界。真正的死亡意味着意识永久的消散，那将是死之绿者的全能也无法逆转的结果。死之绿者，总觉得这个名称不太健康和阳光，有些不适合你呢。不如叫死生之绿者吧。死生之绿者，比起让什么东西凋零死去，让周围的一切变得生机盎然，才更像希尔你呀。Vita， 不，绿者的名称并不重要。比起这个，我还是担心，光靠我的全能还不足以浮除扎根于世界炮的规则。那是我也不能理解的全能，但我明白，只要它还存在，这里、炎雪圣城、沙铁国度乃至其他世界炮的生灵们，迟早还会经历灭顶之灾。关于这个，我可以告诉你哦，所谓缩的规则。是愿望，愿望就是缩设下的规则。
愿望。在植入了规则的世界中，人们的某些愿望会逐渐化为现实，就像你刚才说的，不合常理，却又确实存在。你刚才推理中的唯一错误，就是颠倒了这一层因果。烟雪圣城的人们相信有引渡生死的贤者存在，贤者会将死者带往死后的世界。于是，沙铁国度的世界就此诞生。而沙铁国度的魂灵相信贤者会使他们复生，和圣城的生者再次团聚。于是两个世界开始交错纠缠，逐渐融为一体。但这种融合，却是世界毁灭的开始。两个世界的毁灭，就像被雷管起爆的炸药，会释放巨大的能量，而这些能量，最终都会汇聚到梭那里。所以我说了嘛，你基本猜对了一切。可是，梭怎么能确定世界炮中的一切，尤其是人们的想法，会如同他预料的那般运作呢？很简单呀，因为梭很了解人性。与至亲至爱之人生离死别，会感到痛苦，这是人性。想要与分开的亲人、爱人再次相聚，这是人性。不愿放弃习以为常的生活，这是人性。贪图享受，渴望不劳而获，这也是人性。人性不因世代而改变，即使在世界交融、一切毁灭之后，只要新的萌芽再次滋长，类似的故事就会再一次上演。只要人们的愿望存在一个小小的公约数，他们就会自行将其放大，并最终实践梭的规则。所以，在这里，愿望化为了月岩，化作了高塔；而在凋零之星，愿望又化成了他们的心岩。就是这样，他们无比渴求一种新的能源。如果不能找到这种能源，他们的文明终将枯萎凋谢。于是，规则回应了他们的愿望。当愿望产生的心岩越多，世界炮的膨胀也就越发剧烈。所以，只要时间一到，你看，无论具体形式如何，梭总能得到他想要的。究其根本，生命的存在必然会产生愿望。即便是虫豸也会想要高飞，即便是花草也会想要生长，即便是只有虫草花木的世界，也会在梭的意志下，在愿望的驱动下，不断膨胀。不知道米斯特林有没有跟你们说过，他对生命有一套自己的理解，我觉得很有意思。他觉得，凡是能自知成长的存在，都可谓之生命。我基本上认同他这个观点，不过还是想要做一些小小的修改。我认为，自知成长也可以认为就是拥有愿望，而愿望的本质，或者说生命的本质，是膨胀。在这一点上，唯有这一点上，我非常认同我曾经的无上之主梭。维塔，如果你真的不是梭，那你究竟是谁？我是我怎么又不知不觉就睡着了？是吗？看来是他的意志太久没有对我耳语了，没有播撒的指示，没有巡视的指示，没有清扫的指示，所以我便只能陷入睡眠。但这又是为什么呢？话说回来，
我为什么会思考这些呢？我是谁？我我想去那里，我想做那件事，我想要见到那个人。是，代理人收到指令，代理人即将出发，谨遵你的意志，索。要靠我自己来争取。怎么样？你这边已经处理完了吗？清扫进度已完成97%，阻塞重置的要因已经排除。喂喂，马拉小姐，这里就我们2个人，没必要用这么公事公办的口吻说话吧？那倒也是。这次咱们的运气不错，可以不用大费周章的搜刮，或者是加速它的毁灭了。说起来，你觉得这个世界炮的使用寿命还有1万次吗？那关我什么事？清扫才是我这个清洁员的本职工作，除此之外的事和我毫无关系。那么，你准备什么时候开始施行那个清洁员逃离计划呢？你已经知道了。马拉博士，我可是从来没有小看过你，希望你也能如此对我呢。你不是已经从他的意志那里获得了汲取世界炮能量的法门了吗？以你的智慧，即使不是在海中，也能办到同样的事吧？比如，去往某个生机盎然的星球，去吮吸那里的一切。哪有那么容易？不要说难以捉摸的宇宙，就连逃脱这清洁员的命运，也需要我赌上一切。那么，既然你已经知道的这么详细了，接下来是准备把这些告诉梭吗？回答我。马拉博士，你虽然是他的旧友，
但是看起来你似乎并不了解现在的他呢。你以为他真的不知道你偷偷截留了自己的意识数据？你以为他真的不知道我也有了自己的人格？他无所不知，只是毫不在意。我不知道这个宇宙里除了植入规则外，究竟还有没有他在意的事情。哦，也许是躲避深渊吧。毕竟对第3行星和第4行星，他总是小心翼翼，只敢在边缘试探。原来如此。不过，我可以向你保证，我一定不会把你的计划特意上报，就当是回报你的人情了。人情？我知道，我的醒来并不是完全的偶然。谢谢你，马拉博士。我这么做，并不是为你。你和他，和以前的他，真的太像了。老实说，我很讨厌你，代理人。哎呀，能听到马拉博士少见的用这么不理性的措辞，还真是新鲜呢。不过，马拉博士，既然我们已经可以不加掩饰的坦诚相待，我希望你至少能叫我的名字呢。哦，这倒确实新鲜。你有名字？是的，这是我很早之前就想好的名字。你会是第一个听到它的人。还记得我跟你说过的那段回忆吗？在梭踏上前往海的旅程之前，难道说太阳系的第2行星，它的火种不会消失，它将在深空的某处再次发芽，并以我为根，在星与海的千界中屹立不倒，直抵深渊。我将舍弃过往的一切，愚蠢的记忆，肤浅的情感，可耻的失败。我将我的名字 Vita 再次摒弃。Vita， 你确定要用这个名字吗？我已经决定了。多好的名字啊！不觉得从它的声调里能听出生命的韵律吗？曾经一度被他抛弃的名字，将由我来继承。然后，终有一天，如何？暂时保密。所以，你其实是金星的幸存者维塔，在他成为量子之海的梭以后创造出来的分身、助手、代理人，随你用喜欢的说法吧。你看，我之前说自己是金星人，倒也不能算是在骗你们，对吧？你们，金星的人们，也曾经直面崩坏，对抗中焉之剑。是啊。虽然在我们的语言里，大家更习惯用深渊这个称呼，而我们的母星金星则被称为弗罗莎，其实就是人类之家的意思。看来我们的文明不如你们的有诗意。金星、地球，多有内涵的名字呀！可是，维塔，怎么啦？觉得我是在编故事吗？不，我是说，如果你真的不是让这个世界炮陷入危机的元凶，如果你真的只想要属于自己的自由，那你为什么还要助纣为虐，充当梭的帮凶？
这一路上，你一直充当着我们的向导、伙伴，不知不觉间，我和苏莎娜都将你当成了可以信任的伙伴。绮罗前辈虽然总说我们天真，但我明白，他其实也对你有着同样的看法。而且，因为凋零之心的事情，他真心想要帮助你，甚至连米斯特林和普罗米修斯，还有希尔和石之掠者他们，也愿意相信你那好像漏洞百出的故事。是啊，在这一点上，即使是我也感到于心不忍呢。请认真一点，我们之间的战斗或许还没有结束。啊，好吧，我坦白，简单来说，我确实是个恶人。我想要获得自由，只作为我自己而活，不再是一道分身，不再对谁唯命是从，不再无法自己选择沉睡或是醒来。然而，想要获得这样的自由，对过去的我来说，无疑是天方夜谭。应该说，想要摆脱梭的掌控，摆脱那双我之前也用来观察你们的权势之眼，这可能是唯有神明才能做到的事。但我并不是神明，而只是他的模仿者掌中的一粒微尘，所以我必须等待时机。时机？难道说是指我们？没错。当然，在一切的开始，这个世界炮的规则因为高塔贤者的诞生出现稍许紊乱，你们这些外来者现身之时，我也只不过是来查看一眼而已。这对梭的规则而言，并不是什么大不了的问题。而你们，虽然你们或多或少有些特殊，但在我漫长的代理生涯中，也的确见过一些像你们这样的未知因素。不过，毕竟是无尽的重复情物中难得一见的变数，我还是对你们产生了兴趣。所以，在经过了短暂的观察后，我决定现身跟随你们。事实证明，这为我带来了意想不到的好运。你们发现了双生世界炮的构造，通过了高塔贤者的试炼，接近了规则的真相，甚至找到并几乎实现了破解规则的方法。如果不是因为他察觉到了铺路计划的危险性，在那个节点，你们就已经逃离了规则的掌控。所以，米斯特林筑成的道路忽然崩塌，果然是因为梭的直接介入。没错，那也是我第一次意识到，你们或许会成为我通往自由之路的钥匙。于是，我毫不犹豫地将你们的计划，你们跨越中烟的过往，向梭河盘托出。这就是道路坍塌的时机能够如此精准的原因。毕竟，就像薛定谔对我造成的困扰一样，日理万机的梭一样很难精确操纵具体的事物。不，你为什么要这么做？如果你愿意，就明明可以和我们一起去往我们的世界生活下去。因为我看到了获得真正自由的机会。你看，作为代理人，我遵循梭的意志，巡视被植入了规则的世界炮。为此，我需要一定程度的全能，来应对各种状况。这些全能的来源自然是梭本身，但可想而知，梭对于付出的热情要远逊于榨取，而且他在这件事上有格外谨慎。比如，我从他那里获取到的力量，永远只是堪堪够用。你明白我要说什么了吧？你是为了获取更多的全能？嗯哼。如果在那个时候，我睁一只眼闭一只眼，放任你们离开，就只能再次迎接意味着任务结束的休眠，不知何年何月才能醒来。即使我去往你们的世界，这个结果也不会改变。梭想要捕捉我，可比米斯特林捕捉你们要方便多了，毕竟我的确是他的分身嘛。所以，我不厌其烦地警告梭，大家的计划将导致深渊为他带来毁灭。总之，
这些危言耸听的确收获了效果。苏给了你更多的全能，多到超乎想象。还记得那句“我爱你们”吗？它也有这方面的含义哦。不过，后来发生的事情还真的超出了我原本的构想。没想到，你们居然能在全知的压迫下，反过来利用规则，创造出诞生于量子之海的律者。我们付出了巨大的牺牲。确实，不过想要获得超越常识的力量，就必然要付出常识之外的代价。正如你，也正如我。而到了最后，那本可以解决一切问题的杀手锏也没有奏效，留给他的选择就只剩下了3个：亲临至此，放弃这个世界跑，或者将更多的权限交付于我。而以我对索的了解，事已至此，他必然会选择最后这种。而结果嘛，就是造就了这个刚刚和你鏖战一场的我。怎么样，还不赖吧？也就是说，现在的你其实是最强的你。没错，在这场大戏的周末，我终于找到了机会，得以删除自己和苏的联系。就在刚刚，我走进你的那个瞬间，就像很久之前的他删除其他数据生命一样。我自由了，希儿，就像雏鸟初见朝阳，就像幼鱼破卵而出。而我想要做的第一件事，就是将事情的始末向让我重获新生的人倾诉，那就是你，希儿。我明白了，此刻的你确实对我们没有恶意。那么，接下来该怎么办呢？接下来，我要找回我的同伴们。接下来，我要找回这个世界的人们。当一切恢复如初，我们便会再次回到自己的家园。当我做这一切的时候，维塔，你会再阻挡在我的身前吗？希儿，我的朋友，希望你可以允许我这么称呼。无论你将去往何处，做些什么，你从我这里得到的将只会有感谢和祝福。我自认是一个恶人，从来都不会赎罪。作为梭的代理，我毁灭过很多文明，而这一次，既然大家根本没有死，那我就更不会有一丝一毫的歉疚。但我们之间的战斗的确结束了。但还有梭的规则。那个呀，你肯定不用再担心了。我刚才不是说过吗？你们原本的计划就足以拯救这个世界。而且刚刚和你战斗的时候，我所用的力量就来源于怨之牙，也就是埋藏于此的规则根基。它已经被你亲手斩断，世界已经被归还给了此处的生灵。对了，当你去找你的朋友们时，记得要在正确的世界炮里找哦。规则虽然已经不复存在，但这个世界毕竟经历过它的塑形和改造，就像你们来时一样，不同的生命形式会被分拣到不同的世界炮里。不过这种分拣还挺随心所欲的，比如米斯特林他们，难道不应该被分配到沙铁国度吗？你看，规则即使全知，也远非全能呢。好啦，希儿，欠你的解释我基本上都说清楚了。接下来，我可要开始享受自己的自由人生了。维塔，明明经历过这么多次了，我好像还是很不擅长道别呢。那就长话短说吧。希儿，愿你在归途一路顺风。
对自由者而言，什么是束缚？飞鸟说，束缚是剥夺双翼。鲜花说，束缚是扎根泥土。伟大之人则说，答案早有定论，只待睁开双眼。少给我来这套！谁都不能束缚我！好啊，既然这样，我就让你看看谁才是真正的主人！是啊，再也没有比这里更舒服的地方了。很显然，这是一场故意扰人清梦的雨。不过，干闻花香的确没啥意思。果然还是弄明白这花为什么会变得如此之大，又是谁有胆子把我关进来有趣。不对，我应该用高塔来称呼它。它是岩雪圣城里最高的建筑，因为它所在的世界炮刚好和我所在的世界炮重叠，大概是沙漏那样的结构。世界炮是……等等，我怎么会纠结这种毫无意义的白痴问题？那现在的我又是谁？啊，果然是躺太久了吧。
果然清醒多了。哼，就这？想赢我，你还早了1万年。哼，你想得美！该死！你玩我呢？哼！我应该说过的吧？谁都不能束缚我！哪怕这个人是我自己。喂，这是什么表情？要不是看你们紧张兮兮，我还懒得说呢。抱歉，我们也是担心你才……哎，我懂你意思，但我现在真的可好了，倒是你的模样……嗨，我就说嘛，有我十之律者在，你们怎么可能输？的确是多亏了十之律者和大家的帮助，我们才能战胜维塔，解放两边的世界。但之后要面对的事，或许不比之前轻松。等等，感情你们第一个来找我，就只是因为我得到身体这件事，在2个世界炮内引起的反应最大。怎么，你有什么不满吗？切，我又不是你，凡事要先不满一下，这反倒更能证明十之律者女士的独一无二。行吧。不过我还是有一件事很在意。啥事？现在的十之律者不还是从前的模样吗？可你刚刚说……唉，希儿妹妹，毁掉身体和我没变化是2回事。其次，我必须要纠正你，你送的那具身体从来都不属于我。你毕竟是从量子之海中诞生的律者，而我的力量可是中烟之茧的投影。不考虑个人喜好，单从本质上看，2者也天然对立。
换言之，你这礼物虽好，但的确是送错人了。所以，如果哪天 Kiana 帮你捏了一副身体，你就会欣然接受？嗨，这又不是套娃，不管谁多送我一个，都会成为累赘。况且那玩意儿我自己就能捏。还记得吗？石头博士说，它本质上是一团能量，只能靠依附于物质和我们建立联系，而我呢，却可以在物质和能量间自由转换。而身体，它不过是万千物质中的一类，只要我乐意，给你们来个72变也不是难事啊。至于在大家面前保持这副人形，不过是图个方便罢了。表情丰富，动作生动。这样看，你好像确实比神之剑厉害许多。喂，你怎么又提？算了，能说出刚刚那句话，于情于理，我都该回你一句。你这一来二去也成长了不少，要是没有你，咱还不知道啥时候能回来。总之，多谢了。我其实没有参与最后那场战斗，都是希儿在。差不多得了啊！希儿刚刚不是都已经说了一遍事情的始末？还是说那创生之羽锐利可比银针是自己钻过世界炮的边界掉我头上的？先罗列他人的努力，以否认自己的付出，这种套路对我不管用。你就坦率点，乖乖收下石之律者女士的夸奖吧。我真心建议某人改改随便读心的毛病。我也真心建议某人少点弯弯绕绕，这样本人还能省下当知心姐姐的时间，干些更有趣的事情。你什么？我哪句不对？我看你呀，最好抽个时间手抄1000遍“我值得，我最棒，我天下第一”。每次说不出来话的时候，就摸出来看看。好啦，大家有什么话路上再说吧。我们还需要尽快确认绮罗前辈他们的情况，而且沙铁国都的居民在脱离规则掌控后又变成了什么样子，现在也是未知数。行，都听咱们高塔贤者的。刚好我躺久了，想活动活动身子，就勉为其难的陪你们走一趟吧。他看起来心情很好。坏人打败了，可以回家了，心情能不好吗？是啊，不过我总觉得石之律者是在为别的事情开心呢。比如他朋友第一个确认的对象是他自己。那谁知道呢？我可不会读心。这一定是个好的开始。不少鬼火都有了人形。这莫非也是你那场雨教的？去问问吧。你怎么不信呀？你要是不信，大不了我再走一趟。好啊，如果你能平安回来，我就考虑你的提议。你们好，方便问你们几个问题吗？你好。我眼花了吗？怎么眼前是希尔小姐、小石和另一位希尔小姐？这件事说来话长，总之你就把我们看成双胞胎好了。至于称呼，我们都是希尔。
我明白了。不过希尔小姐，你们来的正好，我和吉恩正缺一个见证人呢。见证人？事情是这样的，我今天正打算去城里找米拉，可刚走一半，眼前突然蹦出一道白光，随后的事便记不清了。我想，我当时应该是昏过去了吧？可被一阵雨声吵醒后，我却发现自己正身处月光照射不到的边境。我心里直发怵，就一个劲儿地往前飘，生怕自己还没找到月岩就消失了。结果，当我返回城里时，米拉和其他一些人已经变成了现在的样子，而我居然也一样。我是不信吉恩说的话，所以他就自告奋勇，想再走一遍证明给我看。哎，你俩不是恋人吗？为啥要整这一出？吉恩消失了，对谁都没好处吧？我们才不是呢。行啊，你说不是就不是。既然你不在乎，那我们不如立刻证明一下。吉恩，你敢来吗？我要来。等等，小石大人，保险起见，您能不能顺手帮他烧块月岩？这还用你说？走了。石之旅者的行动力还真是惊人，这恐怕是他为数不多的优点。无论如何，我们这边也有需要弄明白的事。米拉，吉恩刚刚说城里其他的一些人也已经变成了人形，这件事是真的吗？是真的，但也不完全是。总之，2位希尔小姐都请跟我来吧。我们这边经历的事其实差不多，大家几乎都是在同一时刻陷入了昏厥，又在将醒之际听见了雨声。等彻底醒来后，不仅还没想起的事情想起来了，连身体也变了个样。不过，虽说每个人都有了变化，但人与人之间的变化又有所不同。比如身体的具象程度。对，拿我举例啊，别看我现在是这副样子，但我已经能稍微挪一挪月岩了。我有种预感，也许再过不到2-3天，我就会拥有真正的实体。我可能要1周吧，毕竟我虽然有了人形，却还是无法触碰实体。说到这个，新来的卡伊爷爷好像连人形都没有，还是一团鬼火。啊？会不会是因为卡伊爷爷年纪比较大呢？他生前活到了80多岁，算是寿终正寝，一定有很多过去人生的回忆，所以变成人形的速度才会慢于我们这些死得比较早的人。寿终正寝吗？那还真是令人羡慕啊。大家怎么都不说话？没什么，只是在想一些事情。我也是。不过，关于大家身上发生的变化，我已经有了些眉目。像是米拉刚刚提到的卡伊爷爷，我们初到烟雪圣城时，就偶然遭遇了他的葬礼。在那个时间点，苏的规则仍然生效，
这也是卡伊爷爷能够出现于此的原因。那个，你们是不是打算见一见卡伊爷爷呀？如果需要，我可以带你们去找他哦。好，麻烦你了。卡伊爷爷好，这2位就是小石大人的朋友，他们想找您问些事情，不知道你有没有时间？好说好说，想问什么尽管问呗。卡伊爷爷，您不久前也出现过突然昏厥，然后又苏醒的情况吗？是啊，不过我不像其他人，一醒来就变得特别精神，我反倒更清楚自己什么时候会死呢。比如说，可能就在1个月后，我得到身体的那一天。哎，可大家都说这是贤者大人引领我们走向新生的第一步，只有卡伊爷爷反着来，也太不公平了。我并不孤单呀，隔壁家的老头卡尔、老泰罗斯都有这样的预感。这怎么会？米拉，我明白你在想什么，但你还小，贤者大人帮你接上这断掉的路，合情合理。可若是把老人们本就已经走完的路续上，那才叫多此一举呢。抱歉，一旦消灭了规则，投影就会回到原本的状态，也就是与原型相同的衰老程度。虽然用全能观察，他们不至于只能再活1、2个月，但大家也的确没有变得比生前更加年轻。您之后打算做什么？反正不会瘫在床上终日流泪。哦，我这模样也流不出眼泪啊。不开玩笑了，我呀应该会逛一逛沙铁国度，和遇见的人晒晒月亮，聊聊天儿。毕竟老头子我也没什么爱好，就是爱说话嘛。只是这样吗？我还以为卡伊爷爷会做些不一样的事情。如果您需要我帮忙，请一定不要客气。不用了，我的好孩子。当牵牛花初开的时节，葬礼的号角就已吹响。虽然我一辈子都没见过什么牵牛花，连这话也是从一位姑娘嘴里听来的，但米拉你说的那些不一样的事，我年轻时都很努力地一一尝试过呢。如果非要等到明白了死期才去着急，剩下的可就只有遗憾喽。而且这最后的时间还是留给卡伊吧，我不想让爱我的人再一次目睹我离去了。您不怕吗？当然怕呀，谁又能不害怕呢？它就像每个人都必须经历的人生的最后一场考试，哪怕你再努力准备，也无法看到期待已久的成绩。说起来，这算是我第2次参加考试了吧？那你为什么还笑得出来？卡伊也许过不了多久就会遁入空无，但或许也将有一个孩子路过我的碑前，将他刚采来的仍带着露水的牵牛花放在我的碑上。
当然，那不是我。但是，那不是我吗？嗯。怎么了？是还想跟我聊聊吗？是啊，谁不想跟有趣的人聊天呢？你们呀。不过，老头子我念叨了半天大道理，却突然发现还有件事没能在生前了却。是什么事呢？就是之前提到的那位姑娘。我们最后一次见面时，她还送了我花茶，要我喝完之后给点反馈。我茶是喝了，就是没来得及告诉她，这茶好喝，下次给我多烧点儿。您说的姑娘是不是留着齐肩发，年纪和我们差不多，或者稍大一点？对对对，她叫维塔。哎呦，你瞧我这个脑袋，我怎么能忘掉她的名字？还好现在想起来了，这不然她要知道，肯定得伤心了。哼，她伤心？你们是不了解她，这孩子成天笑盈盈的，心思却比谁都要细腻。我之前不过提了一嘴边境村的花长得好，结果他隔天就跑去那地方采花了。说起来，你们认识他吗？他已经离开岩雪圣城了。倒是维塔这孩子会做的事呢，热爱一个地方的人和物，却又向往全新的际遇和更加广阔的世界，便愿意为此放弃原本的安稳生活。如果这就是他的愿望，那我支持他。毕竟老头子我年轻的时候也有同一个梦啊。卡伊爷爷，您说的话，如果有机会，我们会转告他。那可真是太感谢了。希儿、米拉，我们梳理一下现阶段掌握的信息吧。好呀。希儿，你真打算把那些事都说出来？不，那些事还是先不要让包括岩雪圣城居民在内的普通人知道比较好。完整的真相对他们而言实在太过沉重。那就按你说的做。首先是大家都提到的白光和雨声。从我的视角看，那正是高塔贤者将你们引入新生的第一步。你们醒来后，会在极短的时间内想起尚未记起和已经遗忘的事。同时，年轻的灵魂将慢慢获得形体，迎来新生；年老的灵魂则会在得到肉体的时刻逐渐衰老，最终重归死亡。也就是说，贤者大人对于大家的指引，实际上更像是一次赠予年轻灵魂的礼物，以及年老灵魂的安息。我明白，大家都会经历这样的事，不过早晚而已。只是贤者大人尽力帮大家补齐了差距罢了。只是这次之后，大概就不会再有第二个沙铁国度了吧？不会再有了。希儿，没事吧？没事，我们继续吧。
然后，对，是吉恩和石之律者正在验证的事情。我想，如果你们能在不需要月光的情况下生存，那前往生者世界就极有可能成为现实。真的吗？是真的。米拉，这是真的，小石大人已经带我证实了这一点。那他人呢？他在断塔前正和一位新来的居民争执呢。新来的居民？希儿，这不对吧？脱离梭的掌控，岩雪圣城的生者已经不可能凭借祷告创造以倾盆为原型的鬼火了。这确实很奇怪。吉恩，这里就先交给你和米拉了，我们去看看情况。好嘞，没问题。哟，你们来的真巧，我刚想带这位老朋友见你们呢。去吧，绮罗，跟他们打个招呼。我自己会说话，不劳烦您特意开场。石宇绮罗，你怎么死了？喂，你学谁不好？怎么偏偏学石之律者？上来就说别人死了？哎，这也不能怪我们呐。你现在可是一团鬼火，谁看了都得这么问。石之律者，绮罗前辈肯定没有死了。唉，果然还是希儿最让人省心。你们稍等，我试试用外之剑重新组织一下自己的形态。哟，你这家伙，看上去倒是也会律者或者李行的一招半式啊。怎么？难道说你更想看到触手形态？别！你要是把我哪个小弟小妹吓得魂飞魄散，那不得摊上人命？他们可还是货真价实的魂魄呢。绮罗前辈，你应该和普罗米修斯一样，是在岩雪圣城醒来的，对吧？但我们醒来之后没有找到你们，就猜测你们会不会是去了沙铁国度。你也知道，在大决战结束之后，果然还是要见到本人才安得下心。所以普罗米修斯建议我先从高塔入手。他认为，虽然米斯特林先前搭建的通道被维塔切断了，但大家将两个世界的基本锚点连接在高塔这根主轴上的努力并没有消失。从这个角度看，这条通道或许能成为普通人在两个世界炮之间互通的契机，前提是锚点没有因为维塔的干涉而损坏。我对此本来没抱什么希望了。但当我来到之前安放锚点的位置时，却发现那里的锚点完好无损。所以你是通过触碰遗留在岩雪圣城的锚点，才抵达了沙铁国度，对吗？是的。哎，等会儿，这锚点难不成是你修的？哼，那你还是多感谢一下希尔吧，估计他从一开始就想到了这点，才会拜托我趁他和维塔对战时，利用贤者的残余全能修复破损的锚点。从结果来看，这锚点不仅让希尔的创生之语得以遍及两个世界炮，还沟通了沙铁国度和岩雪圣城，简直是一举两得。也不是一开始就想到的啦，我只是顺应大家的愿望行动，无意中促成了这样的结果而已。希儿，这种时候就不用谦虚啦。好的。总之，回到最初的话题，绮罗前辈之前变成了鬼火，是不是也和维塔口中梭的规则有关？他居然会和你们聊这个？虽然我不敢说自己清楚维塔愿意挑明真相的原因，但他说的内容大部分都已被我们在无意中证实。比如沙铁国度其实诞生自生者的愿望和梭植入的规则，而非由谁亲手创造。或许也是因为这个原因，在脱离梭的掌控后，沙铁国度才能暂时保持死者世界的基本特性，
没有立即和严雪圣城分道扬镳。但从我的身体形态在这边的紊乱程度来看，对普通人来说，想下来一趟也绝不容易。哎，你别丧气呀！既然阴阳相隔的局面已经被咱打破了，那大家可以自由往来的日子还会远吗？我劝你还是别过于乐观。不过，话说回来，普罗米修斯呢？怎么都是他指示你干这干那？他呀，他还有自己的事要忙呢，你们去了就知道了。哎呀，他的事让我现在讲明白就没意思了，还是先把我们刚刚讨论出的结果告诉沙铁国度的居民吧。你看，他们都在那边围成一团，飘来飘去好久了。脚踏实地的感觉真好啊！走吧，我带你们去见普罗米修斯。不过你们可得先答应我一件事：看到他的时候，记得控制一下你们的表情。啊？嗨，我们回来了。等等，你别告诉我，这就是普罗米修斯？维塔那时破坏了他的身体，好在他早有准备，将自己的意识模块事先迁移到了腿部，之后又就地取材，迁移进了这个负责职业选拔的兽里机甲。虽然暂时没法修复以前的身体，但普罗米修斯依然能和大家正常交流，对吧？尊敬的00003号访客，很抱歉，本机不理解您的问题。如需获取职业，请说1；如需约见使者，请说2；如需提供建议，请说3；如需更换声线，请说4。你这是在和我开玩笑？不，本机并不是在跟您开玩笑。如果您需要玩笑，本机将立刻进行检索，竭诚为您提供优质笑话。你和他的对话已经够好笑了吧？了解，已将该段对话添加至笑话库。你们石宇绮罗，不然你说个2试试？为什么不先说4呢？4。如果想激活兽里机甲的自动防御模式，各位可以继续在公共场合大声喧哗。普罗米修斯，不必感到意外，我只是回收了原机体的可用材料，借助这台机甲又打造了一副新机体罢了。这就是魂纲的优势。然而，对于没有调整它的声线而造成误会一事，我的确应该说一声抱歉，绮罗小姐。算了，本身也不是什么大问题。你们难道不觉得这样低头弯腰的和他讲话，实在有点别扭？时之律者，我理解你的意思。那么，就让我换一个不占便宜的沟通方式吧。这样如何？不错呀，想不到你这小身板还能弄出这么鲜活的投影，难不成这也是你的备案之一？
我不介意你这么想。等等，仔细想想，你现在这个模样，小巧精致，功能齐全，还会说话，带出去遛弯肯定特别有面子。是之律者，如果你喜欢，我可以为你量身打造一副这样的身体。那不用，我自己可以。为了后续的合作，你有必要为我解释其中的原理。当然，最好也能一并说明我迁移自身意识期间发生的一切。唉，可以了吧？再说我嘴皮子都要磨破了。可以了，感谢你的耐心。事实上，我这边也确认过岩雪圣城居民们的情况。从理论上来说，他们与我的情况类似，意识被重新激活，再度支配了自己的身体。作为独立于中烟的律者，希尔对自身全能的运用，的确可圈可点。无论如何，除却部分暂时失去联络的同伴之外，这场冒险的结果令人欣慰。你是指石头博士和米斯特林？是的，不过他们的情况不能一概而论。此话怎讲？也对，毕竟石之律者当时不在场。对于薛定谔博士的存在方式，先前我们已经探讨过。基于此，维塔对他的干涉，多半是切断了他与2个世界炮之间的联系而已。在所有的规则不再生效的当下，薛定谔博士与我们重新取得联系只是时间问题。但米斯特林的情况就复杂多了，因为诞生方式的局限，米斯特林自己反而需要唯一的实体来出入圣痕空间。换句话说，当他决定以毁灭自身的现实存在为代价投生能量洪流时，实际上也就放弃了短时间内重返实数世界的机会。若想再度苏醒，重新拥有实体，他将要面对的不仅是时间，还有概率。虽然从统计学的意义上，这两者并没有本质差别。如你们所见，0014号与0015号已离开了圣痕空间，这意味着将他们置入圣痕空间并加以管理的米斯特林的确消失了。所以，在解决危机之后，你打算留在这里等待米斯特林吗？你想多了。我不会等待，我会尝试解放他，无论他身处何方。就像他曾经拯救了我那样。我明白了，祝你和米斯特林好运。谢谢。
不过，我还有一点必须说明：你们在本真世界的朋友，或许很快就会抵达这里。在此之前，如果你们还有什么需要提前做完的事，请抓紧时间。希儿，我们再和大家聊聊吧。以后像这样聚在一起的机会可能不会太多。我陪你。想不到你和米斯特林关系这么好。梅博士曾与我分享过一句在当时的年轻人之间颇为流行的话语：在举行婚礼前，你必须要和恋人共赴一场旅行。碍于我们那时面临的浩劫，他和凯文不可能拥有旅行的机会，更遑论在那之后的婚礼。但对这场不存在的旅行，他依然展露出了充分的期待。这当然只能是一种谎言，却也是一份真实的心情。毕竟，能决定和某人共赴旅行，本就是一件极为难得的事。而这份难得，也恰恰说明对方值得。考虑到我一般不把米斯特林当作朋友，这句话对你们来说，应该更加适用。无论如何，所谓一心同体，必然是一种远超相互扶持的特殊关系。话虽如此，重装小兔还是对此颇有微词。小兔，不用担心，因为你施展的全能，重装小兔误打误撞地获得了一副身体。啥意思？成精了？小兔，他现在在哪儿？他现在正忙着指引来自本真世界的人们，一时半会儿还不会出现。谢谢，我之后一定会向他好好道歉。但我仍有一个疑问，他为什么会如此配合我的指示？感觉就像时之律者对梅博士的服从一样。这个可能因为某种习惯。怎么，你还是有点在意米斯特林？算是吧。无论如何，我都该当面为无端刺杀他的事道个歉。还有一些因他外貌而生的偏见。其实，在米斯特林出发之前，我就想对他说这些话了，可我终究没有说出口。绮罗前辈，或许我那时只是在等待所谓的最好的时机，但现在似乎连最坏的时机都不剩了。唉，所以你们一个两个早把话说清楚，不就没这么多事了吗？不过你也别担心，既然那家伙的诞生异于常人，那么想让他彻底泯灭也绝非易事。简单来说，他的生命力或许堪比那打不死的小……你还是闭嘴吧。虽说我还是很讨厌那个女人，但也不想在这里听见某些粗鄙之语。什么粗不粗的？没见我在安慰他呢。不管怎么说，我的确心情好多了，谢谢你们。所以，你之后打算干啥？帮普罗米修斯找米斯特林？不，我有必须要做的事，而完成的同时，米斯特林的事或许也能一并解决。难道绮罗前辈已经有了详细的计划？这个……
你就是跑到沙铁国度，我也能知道你在想什么。唉，你们也知道，我背着金平堂长老偷偷溜出了糖果屋。那时的我，对梭了解不多，以为自己一个人就能解决问题。但就现在的局面来看，光是对付一个 Vita， 就让所有人付出了如此大的代价，而我们甚至还不知道，真正的梭进化到了什么样的形态。所以，最稳妥的做法是我先在这里等待薛定谔的联络，再和他一起返回本真世界，寻求德丽莎和 Kiana 的援助。等大家合力解决梭之后，再回糖果屋不迟。你们自己评价吧。这不就是离家出走又怕被家长骂，所以干脆不回家，在补习班待着，直到考个满分，好让他们骂轻点。抛开这点，我和薛定谔的确很久都没有回地球了。比安卡他们肯定很想见我们，苏珊娜也是。你不会打算把所有人对你和石头博士的思念都搬出来说一遍吧？所以，时之掠者之后也打算回地球吗？我还没想好，留在这边看看鬼火和人类共处的未来也不错。回去看看其他人到底有多思念我们的绮罗前辈，好像也蛮有意思。喂！又见面了，两位希尔。又见面了。你出现在这儿我能理解，可他为什么也在？希尔，我愿意为0015号之前的所有不敬道歉，但请你相信，他今后不会再危害任何人。姐姐，你为什么要替我道歉？我明明可以自己来。你俩这是闹哪一出？高塔贤者，关于米斯特林的下落，你这边有什么线索吗？谢谢你还愿意如此称呼我，希尔。离开圣恒空间是在一瞬间发生的事，在这之前没有任何征兆，在这之后，米斯特林也未曾现身。至于为什么来到此地的是我们，那出于0013号陈的判断，他认为我们对外界威胁性不大，或许还能帮到米斯特林。威胁性不大？我觉得这是相当贴切的评价。你是在为自己辩解吗？你这样忽悠那个陈也就算了，我可不是什么没谈过恋爱的小男生。我只是想和你们说说话而已。哼，那你说呀。姐姐，你自己把握分寸。好。希尔，我很好奇，你为什么没有向所有人展现真实？我不是指梭或者维塔的事，我说的是这些鬼火的本质。烟雪圣城居民终日期盼再见的亲朋，居然只是以其为原型诞生的赝品，而赝品自己甚至也对此毫无知觉，这难道不可悲吗？切，那你说怎么办？告诉他们一切，引发毫无必要的恐慌？告诉那边的卡伊爷爷，他其实是一个不幸得了早衰症的克隆人？你是真不懂人情世故，还是只把一切看成游戏，看成那个被你害死的灰蛇？那些鬼火可不是用来满足你好奇心的玩具。希尔，别着急。0015号，你说的问题我也有认真考虑过，但直到此刻，我依然认为，唯独这件事绝对不能向两边明说。如你所言，刻薄地说，鬼火是已死之人的赝品，生者的思念赋予其形体，贤者的慰灵填充其人格。即便是亲近之人，也无法了解一个人的全部。高塔贤者的全能亦无法兼顾所有，这也导致他们的精神从诞生之初就存在着某种空洞。所以，这些赝品身上的空洞一定会随时间逐渐暴露。但普通人也是这样吧？
无论什么样的人，他们都拥有自由。正是这份自由，为人赋予了细腻而多变的内心，让人从懵懂的孩童成长为独当一面的成人。而对沙铁国度的居民来说，自由也一定能够填补我们刚才提到的那种空洞。这听起来一点儿也不可靠，但也是这种不可靠的东西，让人类走到了现在。当然，你也可以把它看成一种自私。我们所相信的东西，它们就是最好的。这就是你们的答案？不，这是我对你的祝福。毕竟所谓的自由，是一种只有自己才能发掘的宝藏，而里面埋藏的，或许是你从未见过的宝物。你有心探寻，就必将在未来的旅途中收获它，分享它，理解它，并因此成为全新的生命。别担心，你的姐姐一定会指引你，她可是高塔贤者呢。我明白了，希儿，我会好好履行这份职责。不过坦诚地说，你做到了我连想都不敢想的事。还记得我先前提到的范本吗？在那时的我眼中，你们俩是如此不同，却又能在一具身体里和谐共处，达到我十分羡慕的平衡状态。这样特殊的生存方式也启发了我，让我不禁思考，鬼火这般非人之物，能否通过与生者共享身体，获得成为人的可能？也许米斯特林当初早就意识到这样做不切实际，更忽略了双方的意愿，但他依然认真聆听了我的想法，并将你们带到了这里。这不还是在支持你吗？不，我想他是想让我看看你们会给出的答案。而事实证明，你们确实做到了你们的朋友已经做到的事情，甚至做得更好。是啊，尽管贤者的全能随着规则的湮灭而逐渐消失，但希尔的确成为了真正的高塔贤者。就把它看作前代高塔贤者临行前最后的祝福吧。谢谢你们，解放了这里的生命，以及我自己。等等，临行？我们还要想办法去帮助米斯特林。不过你们放心，在此之前，我也会认真完成高塔贤者的最后职责，帮助大家适应未来，这同样是我应该做好的事。我们的贤者大人果然还是这么认真呢。姐姐，我还有一个问题，能不能请你告诉我，希尔之前说的他是什么？在自由的宝藏里埋藏着的宝物究竟是什么呢？0015号，希尔他们或许还有事情要忙。现在还不是时候吗？那我就期待着那一天的到来吧。是啊，总有一天你会找到那份答案，属于你自己的，名为爱的珍宝。所以我们接下来要做什么？我还有些话想对希儿说。刚好，我也有话想和你说呢。我们到了，希儿。这就是我和苏珊娜绮罗前辈旅行的起点。远眺可以看见高塔，近瞧又是来来往往的行人。
和我们那边的起点相比，这边的确称得上旅行。是啊，你还在想那些鬼火的事？果然瞒不过希儿呢。那当然了，你就不该有瞒着我的事，更何况是烦恼。希儿，我时常会想，自己是不是做的还不够好？为什么这么说？哪怕我已经决定隐瞒鬼火的本质，哪怕我已经在0015号面前说出了那番话，却还是忍不住担心他们的未来。除了隐瞒和直言，我们还有没有第三、第四种更好的选择？而卡伊爷爷，毕竟我从一开始就希望给予所有鬼火以真正意义上的新生，但结果只做到了现在这个程度。虽说给予生命，当然也意味着给予死亡，但我却没办法让大家能真正的生而平等。给予希望，又将其剥夺，这种方式或许远比一开始就没有希望更残忍。你这样说不就太差劲了吗？远的例子我就不说了，你想想，在我们对抗圣痕计划的时候，那时有没有人不愿意离开梦团？然后你觉得基安娜会为了这件事而后悔，觉得自己最终给出的答案不够完美吗？想要获得自由，一定会付出代价，你就别乱想这些事了。我倒觉得，以创生之语为分界线，现在的鬼火的确有了更多的独立性，也远比你想象的坚强。他们此刻的自由，货真价实。别忘了，我和石之律者旅行的起点就是沙铁国度，和他们相处这么久，这些变化当然能感觉出来。过去，他们因生者的愿望而诞生，受生者的愿望所驱使，石之律者甚至无法读取他们内心的想法。是在大家战胜了 Vita， 规则被打破之后，他们真实的愿望才第一次得到了自由生长的空间，如人一般活着，如人一般死去。鬼火的愿望就是这么简单。当然，话说回来，你想要把事情做得更完美，这也再正常不过了。我还记得你在长空市的最后一个晚上说了什么呢？要抓到无貌者，让牙医刮目相看，然后带重装小兔充电，有机会要说服布罗尼亚姐姐，让她少加班，和我一起。就算这是真的，只要布罗尼亚姐姐和牙医都不知道，那好像有点晚了。布罗尼亚姐姐，看你们聊得这么开心，就没忍心插话。还有，好久不见，希儿。等下，怎么还有雷电牙医？虽然已经听苏莎娜讲了不少和你们一起经历的事，但实际见到，还是会有点意外呢。很高兴认识你，希儿。也不用这么正式吧，咱们又不是不认识。但像这样和你面对面交流，是第一次。很高兴认识你，牙医。说起来，布罗尼亚姐姐，你们怎么知道我们在这里？是小兔告诉我们的。那他人呢？一直回避我们出现的场合，难道是在为之前的事生气？小兔会生气吗？他只说自己要和普罗米修斯一起搜集材料修复身体，也没见有什么特别的反应，和在工作室时一样。就是布罗尼亚姐姐时常抱有小兔不会生气的想法，她才会不想回去了。是这样吗？不管怎么说，布罗尼亚确实需要给小兔放一个假。当然，
你自己也是。如果我没记错，你出发前只向瓦尔特先生请了2天年假吧？阿拉哈头企划案的内部展示会马上就要到了，我想在这之前抽空再优化一下。原来是这样，我还以为布罗尼亚姐姐会在这里和我们一起待上一段时间呢。其实我在来的路上又向瓦尔特先生多申请了一段时间的年假，这里的危机才刚结束，我留下来也能帮到希尔。你这扯谎能力也太差了吧？我刚刚只是没和牙医说罢了。布罗尼亚的确是忘记和我说了。对了，牙医，苏莎娜的情况怎么样？她呀，现在可能还躺在休息室呢。医生说她没什么大问题，就是身体疲劳，压力太大，需要静养一段时间。那就好。你们可算回来了，我还以为这找人的人也跟着失踪了呢。大家有一段时间没见面，这也无可厚非吧。说起来，0014号和0015号呢？不知道，但我猜他们要不是像你们一样在讲悄悄话，要不就是回高塔准备最后一批工作去了。可惜他们没和这2位打个照面，不然布罗尼亚还能再看一眼她因为圣痕计划而多出来的好妹妹。得了吧，就她那点功力，我看也就能骗骗 Rosalia。是苏莎娜的通讯。她果然还是放心不下这边呢。喂，大家听得到吗？我们听得到。希尔，你们那边没事吧？我听博士们说，敌人对岩雪圣城和沙铁国度进行了一次无差别攻击，所有人都在一瞬丁，间……我可不想再回忆那种感觉了。你只记得一件事就好，咱们赢了，赢得漂亮。虽然还有些不圆满的地方，但总归是皆大欢喜。对了，我记得你好像还是什么 B 级女武神吧？说不定因为这次事件能得个 A 级的名头呢。天命现在的女武神考核都这么随便吗？绮罗前辈，你别被石之律者带跑了呀！现在的女武神考核都有一套复杂而专业的流程，虽然参与解决重大危机事件的确会纳入考量，却并非评级的全部。而且对现在的我来说，晋升也不是最重要的事。对我来说，真正重要的只有追逐星星前进的每一天。苏莎娜，你真的成长了很多呢。就是靠着苏莎娜先前记录的数据，我们才能精确定位这个世界炮的所在。如果没有这些数据支持，说不定在修复通道的过程中，我就会迷失方向吧。哼，我今后会继续努力，争取在更多地方帮到大家。哦，很有精神的发言嘛。笨蛋罗萨莉亚，你叫这么大声，会影响苏莎娜的休息。没关系，反正我已经醒了。Rosalia、莉莉亚，你们不应该在西奥拉之家巡游吗？怎么会在苏莎娜身边？那边有小空，不用担心啦。你们失去音讯之后，德丽莎也联系了我们，让我们在长空室搜寻你们遗留的线索。虽然没发现什么有价值的信息，但苏莎娜回到这里时，我们恰好在附近，就主动接下了照顾她的任务。你还有点照顾人的样子。Rosalia 真的行吗？希尔，你怎么小看我啊？要知道，在西奥拉之家，我可是最受欢迎的老师。可是和你竞争的只有我，而且苏莎娜也不是小孩子。我看你俩不如每天在苏莎娜面前表演点节目，这样一来不耽搁你们的偶像事业，
二来也能让苏莎娜心情愉悦，早日康复。你怎么知道我们在做什么？所以你们真的表演了？哎，等等，这两个小家伙是要当偶像？不瞒你们说，姐姐我在这方面可以说是经验丰富。在我的指导下，苏莎娜和希尔已经在这里成功举办了一场非常厉害的演出呢。真想不到，希尔也有这样的一面。他不一样的一面可多了，也就是没好意思在你面前表现出来。哦，绮罗前辈，这种事情以后还是不要在大家面前讲比较好。好，好，好，那我下次背着你讲。糟糕！又怎么了？我好像听见德丽莎的脚步声了。莉莉娅、苏莎娜，快点挂掉电话！要是被她看见我们没做完作业就偷溜出来，今晚又要多背一篇课文了。那情况就是这样，大家有什么事情之后再聊，我先挂啦。总觉得好像看到了当年的自己。牙医也会背着德丽莎做这种事吗？不只是我，甚至还有你的 Bronya 姐姐。那都要怪 Kiana 吧？她干了啥？她有段时间很喜欢在睡觉前拉着我们挤在一张床上聊天，可她又害怕德丽莎发现后的说教，总会在聊天的过程中时不时跑去门边听脚步声。没劲，要聊就聊个痛快。要是我，非得把德丽莎也一起拉到床上来，然后被他狠狠惩罚。那你们三个就给我聊一晚上，不许睡觉。说到这个，既然德丽莎主教已经有时间看望苏莎娜，那应该也代表他们开完会了吧？刚好某人之前也说过，我们到这边时一定要告诉他一声。怎么了，牙医？Kiana，我们已经抵达希尔他们所在的世界炮了，希尔他们一切平安，事件已经被解决了。哎，这么快吗？这多亏了重装小兔的指引和苏莎娜记录下的数据。至于敌人，当然是被希尔他们打跑的。原来如此，大家还真是一如既往的可靠啊。等等，你那边的投影是不是有问题？怎么一直看不到人？这个 Kiana， 你又在吃泡面？我才没有，就是房间太乱还没收，你们等我一下，我马上就好。喂，大家现在能看见我吗？我们可以看见。Kiana， 既然你能联系上我们，是不是你已经感知到缩的存在了？那倒没有，我掌握到的信息肯定不如 Bronya 多。毕竟大家所在的那边是量子之海的深处，虽然发生了很不得了的事，但从这边的感觉上说，可能就像一片树叶落地，谁也没来得及注意就被风吹走了。我没有别的意思，只是举个例子而已。除非像大家最初尝试的那样，将世界炮带到本征世界附近，又或者对方主动在本征世界露面，不然我也是束手无策。哎呀，还管那个缩干嘛？我才不信他敢跑到地球附近来。别的不说，咱们这么多律者，吓都能吓死他。时之律者，这次事件充其量只是一剂预防针。如果缩真是个见好就收的人，休格斯一族又为什么要活得如此小心呢？绮罗前辈说的没错，无论如何，这个敌人的性质非比寻常，不容小觑。我们不能放松警惕，即便是刚刚得胜的此刻。行，你们有理，我不说了还不行吗？对了，时之律者，你之后打算回来吗？回哪儿？地球？倒是还没想好。你干嘛问这个？也没什么，
就是和苍玄之书有关。时之律者，在你失踪的这段时间，他一直很担心你。他是不是搞错对象了？有那时间，还不如多关心关心老古董。话是如此了，但班长最近有别的事情要忙。那苍玄之书不是还可以跟克莱因聊？克莱因不是一直在帮他调试续航功能吗？可克莱因也真的只是在帮他调试续航功能。我懂了，感情苍玄之书一个人待着寂寞又不好意思说，这才找你俩劝我，对吧？你这么理解也没错。行吧，你们话都说到这个份上了，那我也不好推拒。回去就回去呗。苍玄之书一定会很高兴。我都专程回去陪他了，能不高兴？你说的对，那这次不如先聊到这儿吧。克莱因好像又有事要找我。晚点再聊。还有，少吃点泡面。我知道是克莱因一直在偷偷卖给你。我知道了，最后一次。看样子你们暂时聊完了。普罗米修斯，你身边的是？希儿不认得我了吗？你是重装小兔，那个大摩托。这位希儿，摩托只是我众多形象之一，并不能完全代表重装小兔。小兔，关于之前的事，我真的很抱歉。希儿为什么要道歉？战局复杂，你一时顾及不到我，也情有可原。那你有没有哪里不舒服？如果有必要，我和布罗尼亚姐姐可以帮你恢复原状。原状？这副身躯可是希儿送我的礼物，我高兴还来不及，又怎么会想恢复原状呢？好的，那小兔这段时间就好好休息一下吧，一直以来都辛苦你了。谢谢。嘿嘿嘿，不让我工作。哟，想不到你这小小的身体，竟装了这么多心思啊！希儿，布罗尼亚是第一次来这里，不如你带她参观一下。小兔，你可真贴心。你们毕竟是我最好的伙伴嘛。那么，要看看这两个世界吗？希儿也一起吧。我们一起。出发！未来要靠我们努力，对吧？不过今天还是先好好玩吧，明天再开始努力。综上所述，浮华搜索行动依旧需要贯彻独立调查的方针，即避免让希尔搜索行动的主要负责人员，比如博罗尼亚，知晓另一边的情况，以免在情报不明的状况下盲目透支人力资源。另外，根据重装小兔同步的消息，沙铁国度与岩雪圣城的变化显然还有待观察，
让这批人员留在当地养精蓄锐，也符合实际需求。作为特例，目前能从此地抽出并持续支援浮华搜索行动的人，事实上是10之律者。不过，考虑到对方在大崩坏期间曾多次脱离队伍擅自行动，先将他骗回地球，或许能最大程度地避免节外生枝。就当是预感吧。我始终认为，浮华的失踪一定也会与梭有关。如果不是这种程度的敌人，他不可能失踪如此之久。我原本以为你早就……